大魏京城教坊司门口，几个下人抬着一具光溜溜的尸体往外走。卧槽，谁呀？光屁股被抬出来，好像是世子魏渊，嫖到猝死，整个天下也就只有他这个纨绔了。被雷劈都没死，我能活。一段陌生记忆涌入脑海，魏渊懵了，他穿越了。世子终于醒了，你已经昏死7天了。这是大魏王朝，爷爷魏伯约是开国元勋，我是世子。可惜我是个废物纨绔，1年前还强上了公主南枝。魏渊，起来喝药。怀孕了，苍乃鱼有喜脉，可我没碰过它。世子要的趁热喝。千年紫金参，皇帝下血本，说明爷爷在前线大获全胜了。魏渊回忆起来，1年前他被人设局，在宫里强上了公主，爷爷为了保他，抱病出征北幽关。苍乃云突然出现，引导我进宫，我被下药了，这是个局。我的龟孙儿是死是活？世子已无性命之忧，静养几日即可。爷爷，让孙儿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少来这套，每次犯错都装爷慈孙孝。副将，把这龟孙儿送去禁闭室7天面壁思过。是。这龟孙儿嫖到差点猝死，我造了什么孽？禁闭室内，魏渊盘膝而坐，检查身体，经脉淤堵，五脏衰竭，被9次掏空了。好在还能用1斤精洗净法髓，合欢神仙水。难怪那天我会稀里糊涂去庆隆，有人给我下药。世子，小的怕你寂寞，送来个美女，还是个厨。世子，卧槽！局开笔线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来人啊！杀世子了！快来人啊！就这，不要过来，我可是会武功的。世子胯下马，手中枪，翻江倒海。这怎么可能？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？我等的就是你出刀空门大开的一瞬间。用银针刺穴激发潜力，代价是3天内肌肉撕裂。世子，魏公让厨房给你炖的山参飞龙汤，杀人了，有尸体。他娘的龟孙儿，玩女人往死里搂！爷爷，他要杀我。我知道，他手里拿着刀，枪杆刺穿3寸，练枪5年才能做到，这能是你扎出来的？爷爷，我姓魏，魏家的魏。想我爷爷年轻时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从哪抄的词？我原创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和苍家退婚，与公主成亲。答应了。你说啥？你对苍家丫头那么上心，现在怎么这么痛快？有佛跳墙，谁还惦记咸菜豆腐？公主难知，大魏第一美人，那小娘们长得贼俊。这杀手你从哪淘来的？福顺送来的。公主下嫁我魏家，这段时间你给我消停点。杀手的事爷爷会处理。翌日晌午，魏渊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魏国公府。那龟孙儿哭什么丧？世子把江玉儿叫进房后，就传出惨叫。大宗师屠色。老哥，咱俩联手去和他谈判。放了我的龟孙。林英雄，中午想吃？还吧就行。我那可怜的院儿喷了一身粪。那是体内杂质，他们在洗精伐髓。洗精伐髓，这龟孙儿要重启武道。渊儿是有大毅力之人，我就说老子的孙子岂能是泛泛之辈？走，再下300回合。世子，你看我偷出来了啥？这不是我那套8000两的叶子戏吗？我昨晚偷偷从我爹房间拿的。我爹正好和我娘造小孩，我只能躲衣柜里。你真变态！我听到个秘密，昨天南昭帝亲临，和魏公在书房聊了很久。之后魏公把府里9成下人都换成了魏家军。南昭帝要30万魏家军当彩礼，爷爷想让我活下去，只能放弃兵权。魏渊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在洗澡为什么不说？让他等着。世子啊，你转性了？以前苍小姐的话你都唯命是从，他配得上我吗？肯定配不上。他爹苍清空就是个从4品侍郎，在府门口跪3天才能见到我。这就是美人计的可怕。世子汪家小桂子说，苍姑娘经常晚上进汪腾少爷房间，一待就是1宿。我知道你要揍我，但这事憋在心里太难受了。知情必报是好事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一炷香后，魏渊换上玄色长袍走进院子。魏渊，你好大胆子，让我家小姐等这么久。喜顺，掌嘴！我不喊停就继续打。一个小小侍郎女儿的丫鬟，敢对本世子大呼小叫，找本世子何事？你昨天把女孩玩死，又猎奇找那么胖的女人，让我颜面尽失。我父亲很生气，你把前门10家铺子给我父亲当赔礼。半年前你父亲借我3万两，明天连本带利还10万两。什么？你让我还钱？明日不还，后天便20万。想赖账也行，你会看到魏家军入府。你就不怕我不理你吗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渊哥，江湖救急，我把媳妇输了，
快借我3万两放一债。表哥救命！我和汪腾赌了一宿，裤衩都输光了，还押上了未婚妻。汪腾故意设局，想把我拖下水，将计就计，借钱不借，但我可以帮你赢回来。渊哥别闹，你10赌9输，啥时候赢过？要么滚蛋，要么前方带路。明天看不到10万两，别怪我把你全家女性送去教风司。清河雅苑3楼赌场，金碧辉煌的包厢内，魏兄，听说你昨天把大河马干出屎，还喷了一身。去你娘的！本世子要替梁球把钱赢回来。既然魏兄送钱，那小弟笑纳了。玩什么你决定。骰子压大小，买定离手。566大，看着没？拿捏小王八就是玩。魏兄抱歉，小弟连本带利赢回来的。渊哥，你手是摸屎了吗？不行，咱别赌了，必须赢回来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来开。世子这不符合规矩，我废了。哼！喜顺，回府马人，把这破地方给我砸了。汪家想让魏国公府绝后，走进殿找皇帝，问问我那老丈人该咋办。魏兄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先把头中开了，你开。你欠我1万两，刺杀本世子的事我要赔偿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魏兄想要什么？我要这场子。不可能。那梁球赌债一笔勾销，你再赔我5万两精神损失费。汪少，这是我表哥，他精神不好，求你们放了他。把这狗东西拖出去宰了。杜三娘掌嘴100。两位世子，看在往日交情上救命。哼，就是个老鸨，本世子和你有鸡毛交情。赔偿加上放三娘和他表哥1码，那5万两变3万。好说，本世子牛逼不牛逼？京城第一牛逼。走，下楼找花魁。魏兄，你今日手气这么佳，为何不赌了？难道你想把赔偿赢回来？求我就继续赌。魏兄，我求你了。小王八也没啥诚意，昨晚他让我学狗叫，你也学2声，我就跟你赌。魏兄，这下满意了。小王八，你狗叫学得真像。重新落座，魏渊拿出翡翠叶子血。斗鸡，你也来玩，输赢算我，凑个人数。妹夫你也来，输赢算我。渊哥，这牌有点邪性，别玩了。不行，必须干到死。要说网了，兄弟，我没钱了。借多少？5万两。用什么抵押？我要他。我和月儿情同手足，得加钱。10万两。行，签契约，我押1万两。和我比吧。不对劲儿，有人出老千，我先弃了。小王八，抱歉，是本世子赢了。魏兄且慢，你不一定赢，比你大一点，还比你大，说不定我也是豹子。我看你今后别叫魏渊了，改叫苑仲。我们赢了。喜顺，点出10万两还王大少，再多给2两当利息。魏兄，再赌一局行吗？求求你。赌你大爷！2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比花魁胸脯好看多了。渊哥，没想到你会签数，要不咱们配合，把清河雅苑拿下。玩票大的，把他未婚妻也迎来。你真坏。你也不善。赌可以，但必须4个人，而且赌小了没意思。行，赌。想开我们拿50万两。少东家，我用项上人头担保，世子牌面比你小。我押清河雅苑，市值80万两，当50万两押。赢了，我赢了。渊哥，你也不靠谱。魏渊能靠谱，母猪都能上树。清河雅苑保住了，还多赢15万两，美滋滋。抱歉了，算了，大不了回家挨揍。我也没说会输，你把牌打开。赢了，咱们赢了10万两，外加清河雅苑。不可能，你们出老千。哼！参见世子。小王八，你还敢抢？信不信给你砸了？抱歉，这里现在兴味何凉了。我要一个解释。少东家，魏渊会千门手段，扮猪吃老虎，骗了我们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输了30万两，外加清河雅苑。继续赌，这次就你和世子2人，他没法换牌，只要你看住手里的牌，不被调包，我们稳赢。魏兄，渊哥，赌，我求求你继续赌。你想翻盘，可我不想给你机会，但你都求我了，跪下磕头，我就和你赌。好。本世子的鞋有点脏了，我擦。真是一条好狗。行吧，继续赌。笑面虎临阵倒戈，现在我是他老板了。清河雅苑赌桌前，魏渊和汪腾面对面坐着，笑面虎发牌。这次我一定要赢回来。又是豹子，而且我的牌面比他大。东家，这家伙临阵倒戈了，现在我才是他老板，押10万两。我拿命押。小王八，你命还不如狗值钱。那你们要什么？要你媳妇儿。你昨晚赢了我未婚妻，今天我要把屈辱讨回来。行，我押太师千金，押50万两。你以为太师女儿下面镶金了？最多3万两，再加你妹妹汪小云2万两，还有你家那株人形和首乌，也就是灵官之5万两。我求弟，这清河雅苑今后就是咱们的了。我爸肯定会夸我。赌了，全押。我赢了，赢了，赢你娘！看看我是啥牌？不可能，是你坑我。小人只是发牌的，东家请吩咐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赏你3000两，你就是3楼大掌柜了。谢东家。把这个一贫如洗的汪大少爷插出去。渊哥，该分钱了吧？分什么钱？
之前说了输赢都算我的。渊哥，见者有份啊！清河雅苑给你1半股份。你确定？当然，但要看你接下来表现。渊哥，你说上刀山下火海，陪我去收账。好，这辈子就让别人收账，还没去别人家收过。太师府内，文太师正与家人用膳。老爷，魏渊打进来了。魏渊，他来做什么？我来向岳丈大人请安啊，顺便带我媳妇回府。文太师，请看，白纸黑字，你女儿现在是我媳妇了。汪腾这狗东西，竟把我女儿抵押给你。岳丈大人在上，请受你乘龙快婿一拜。你就是文月丹吧？让夫君亲一口。白嫩白嫩的，就是有点瘦。我可是能把姑娘巴巴玩出来的猛男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抗住？放肆！你给我滚出去！玩横的是吧？都给我进来，把我媳妇拽回魏府。爹爹救我！你马上滚，否则我今电告御状。我有理我怕谁？白纸黑字，真金白银买的。当然，文太师你也算个好官。这契约我花了10万两银子买的。你要多少钱？20万两。你们怎么不去抢？抢你比抢钱装来钱快啊！渊哥，要不把文妹妹送去教坊司拍卖？对啊，清河雅苑现在是我们的，直接在我们厂子拍卖多好。清河雅苑真被你们拿走了，比珍珠还真。20万两，我给您开收据。去账房拿钱。老爷，这是敲诈。让你拿钱还不快去！文太师告辞。上了轿子后，渊哥，这老杂毛怎么这么痛快就给钱了？这叫阳谋。文太师看懂了汪腾是废物，政治联姻没意义了。那为啥不退婚？他不敢打脸汪家，但手握20万两收据就不一样了，占了脸，汪家会赔钱，然后顺理成章退婚。渊哥牛逼！你从上次差点死后就变聪明了。每个人都在成长。那是，我和我姐文武全才，两家有我们俩何愁不兴？现在去汪家收账。走。锦衣侯府门前，魏渊跳下轿子。小弟们，把侯府给我包围，连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。嘿！哼，都愣着干啥？想笑就笑，还不快开门！嫡媳，嫡媳！汪守鹤带着上百号汪家子嗣走出来。魏渊、梁求，你们带兵来我汪家做什么？把他抓过来！有我铁掌无敌童万金在此，尔等谁敢造次？这家伙很厉害，你不用留手，全力揍他。明白。块头大不代表能打，今日我就告诉你武学的真谛是。世子，我下手太重了，会不会坐牢？有我在，你放心，这次做得很好，还铁掌无敌，营养辣枪头，把汪小云给我抓来。我看谁敢！我是金科状元，天子门生，你们敢动手就是有辱帝威。天子亲女儿我都睡了，你一个天子门生，我怕鸡毛。长这么丑，还抵押10万两，不值啊！送你，要吗？渊哥，我虽好色，但色必有方，就这种货色，白给也不要。魏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汪大人，您儿子欠我的债，白纸黑字，今天来收账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师千金20万两，汪小云10万两，还有你家那株灵官枝。灵官枝，那是我汪家传家宝，现在是我的了。汪大人，要么给钱给货，要么我就把你女儿送去教坊司。你欺人太甚！我有理我怕谁？契约在此，不服你告御状去。我都给你。这就对了，汪大人果然识时务。喜顺，收钱收货。遵命。去库房取灵官枝，再拿30万两银票。是。渊哥，咱们这次发大了。还没完，等会还要去苍家。那个怀孕的苍乃云，他欠我10万两。渊哥，你真狠！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柿子东西都在这。不错，喜顺，收好了。是。魏渊今日之辱，汪家记下了。随时恭候。仓府门前，魏渊带人浩浩荡荡而来，包围仓府。是世子，您这是让苍清空滚出来，还有他那好女儿苍乃云。渊哥，苍家就一个从四品侍郎，这阵仗会不会太大了？杀鸡用牛刀，我就是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欠我魏渊的钱，一个子儿都跑不了。世子威武！苍清空带着苍乃云和夫人匆忙赶来。世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所为何事？苍大人，半年前你找我借3万两银子，说好今天还，我来收账了。这按大魏最高利率，连本带利10万两。10万两，这太多了。嫌多？那明天就是20万，后天40万。魏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什么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什么？乃云你怀孕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要不要我找个大夫来给你把脉？你这个逆女！苍大人，现在咱们来算算账，10万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我拿不出这么多。拿不出，那我就把你全家女星送去教坊司，男的发配边疆死囚营，
世子饶命，我愿意把府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。那还差不多。起身去抄家。遵命。不要啊，那些都是我的嫁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魏渊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晚了，你当初设局害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渊哥，这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汪腾的。什么？那小王八的？他们俩早就勾搭上了。设局让我强上公主，就是想让我爷爷出征送死，然后用这孩子控制魏家军。好毒的计谋！世子，都搜出来了。哦，勉强值个5万两。苍大人，还差5万两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没有了。那就用你这府邸抵债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姓魏了。你，老爷，把他们全赶出去。魏渊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，我等着。渊哥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回府，该让爷爷看看我的战果了。这次你爷爷肯定要刮目相看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在屋顶一闪而过。不好了，世子死了！快叫大夫，梁世子猝死了。眼球有淡粉色细线，是合欢神仙水，都别慌，他还有救。玉儿，把他翻过来。渊哥，我这是死了吗？死你大爷，差点就见阎王了。世子饶命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怪你们，有人想杀我，结果误伤了他。谁要杀你？汪家，他们在酒里下了合欢神仙水。好险，再晚一刻就没救了。给他开副解毒的方子。是。汪家这群王八蛋敢毒我！他们是想毒我，你替我挡了。那我岂不是救命恩人？算你有良心。世子，汪家派人来了。来得正好。大厅内，汪守鹤带着10几名家丁站在门口。魏世子，听说梁世子在你这出事了？汪叔来得真快，是来看热闹，还是来确认人死没死？老夫不懂世子在说什么。哼！汪老狗，你想毒死我？你没事？失望了。合欢神仙水这种毒，也就能对付废物。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血口喷人？咱们进宫问问皇上。这是从酒里提取的毒素，御医已经验过了。汪叔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今天这事我可以不追究。你想要什么？30万两银子，当做封口费。你这是敲诈！敲诈！你他娘的下毒杀人才是死罪！汪叔，考虑清楚，30万两和满门抄斩，你选哪个？好，我给。 3天内送到魏府，否则我就进宫告御状。渊哥牛逼，又赚30万两。这钱不能要。为啥？汪家不会善罢甘休，这30万两是个局。那你还要？将计就计。深夜，魏伯约正在书房批阅公文。爷爷，我有事禀报。说，汪家今天派人给梁球下毒，想杀我。什么？我已经让汪守鹤赔30万两封口费。你这龟孙儿，汪家岂会善罢甘休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要您帮个忙。说，3天后汪家送钱来，您当众拒收。为何？汪家这30万两是个局，他们会在钱里做手脚。你想让老夫当众揭穿他们？对，这样汪家就彻底没脸了。好，老夫答应你。多谢爷爷。魏公，宫里来人了。谁？太监总管说皇上召您进宫。这么晚了，爷爷，我陪您去。不用，你在家等消息。皇帝这时候召见爷爷，肯定和汪家有关。御书房内，南昭帝坐在龙椅上。亚父来了，臣参见陛下。免礼。朕今日召你来，是为了魏渊的事。陛下，魏渊欺人太甚。王大人，你先给梁世子下毒在先。血口喷人，够了，都给朕闭嘴！魏渊和汪家的恩怨，朕不想管，看你们不能闹得太过。臣明白。王守鹤，你回去告诉汪家，这30万两银子，朕替你们出了。多谢陛下，但从今往后，汪家不许再找魏渊麻烦。是，退下吧。亚父，魏渊这孩子变了。陛下明鉴，他现在做事越来越像你年轻时候了。臣惭愧。朕问你，魏渊真的能担起魏家的重任吗？臣不知，但臣愿意给他机会。好，朕也给他个机会。陛下是指半年后让魏渊去北冥关。陛下，那里有30万魏家军，朕想看看他能不能镇得住。臣遵旨。退下吧。魏渊，朕倒要看看你是真龙还是泥鳅。3天后，汪家派人送来30万两银票。魏公，这是我家老爷让送来的赔礼，拿回去。魏公，这老夫说了，拿回去。魏公，这是我汪家的诚意。诚意？你们在银票里做了手脚吧？
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早就猜到了，这些银票都是假的。你们想栽赃我们收假钞？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？咱们去钱庄验一验就知道了。世子，我已经验过了，全是假的。汪家太卑鄙了，用假钞栽赃魏家。不是这样的。汪守鹤，你们汪家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！滚！以后别让老夫再看到你们。爷爷，这下汪家彻底完了。你这龟孙儿，鬼点子倒是不少，都是跟您学的。渊儿，爷爷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半年后你要去北冥关。北冥关那里有30万魏家军，皇上想看看你的本事。我明白了。这半年你好好准备。是，爷爷。北冥关终于要去了。清河雅院内，魏渊正在和沈万三商谈。世子，永丰钱庄的封号已经批下来了。很好，接下来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世子请讲。我要在京城开10家米铺。米铺？对，而且要在最繁华的地段。这恐怕要不少钱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要你3个月内办好。是。世子，有人找您。谁？说是您的老朋友。魏世子，别来无恙。你是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有件大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你父亲的死因。你说什么？魏渊听到父亲死因的真相，眼神瞬间冰冷。你说什么？我父亲的死因？你父亲不是战死，而是被自己人出卖，死于阴谋。是谁？谁敢害我魏家？这京城里想让魏家倒下的可不止一家。告诉我真相。魏英雄的死牵扯到朝堂和江湖，以及一桩巨大的军费贪腐案。世子，您别冲动，这事儿太大了。大，我魏家满门忠烈，竟死于宵小之手。你爷爷一直在查，但线索都被切断了。这次我冒死前来，就是给你一个提示。这玉佩是你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，他指向了一个人。谁？朱思博。朱思博，我的干哥哥，翰林院大学士。站住！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欠了你父亲恩情的人。记住，别相信任何人，特别是你身边那些才子。世子，这黑衣人说的话能信吗？信，我父亲的死绝非偶然。世子，您现在有了六扇门的身份，不如从朱思博和科举案查起。没错，朱思博是主考官，苍清空是礼部侍郎，汪家是科举作弊的受益者。看来我得去会会我这位干哥哥了。沈万三，查局的事继续推进，我要尽快聚集财富。是，我马上安排。三娘，让公孙景和喜顺立刻去刑部大牢。做什么？我要让公孙景亲手了结蔡坤，彻底斩断过去。好，景郎终于可以报仇了。朱思博，你敢害我魏家，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刑部大牢阴暗潮湿，蔡坤被吊在架子上，奄奄一息。姐，当初你被他割舌，受尽屈辱，现在机会来了。谢主公，这是你与过去的彻底告别。公孙兄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欠我的，我要连本带利拿回来。你不得好死！你的命留给朝廷，你的债我已收回。今谢过主公，今日之后，仅与过去恩怨彻底了结。很好，你的才华不该浪费在这种小人身上。找大夫，别让他死了，他还有大用。世子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和景郎永世不忘。起来吧，三娘，你屁股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世子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喜顺，带他们回府。锦，我有一套刀法，你可以缠个玉儿。刀法？36路天罡刀法，他力气大，用这刀法正合适。世子，您真要教那个大河马武功？他可是大宗师，不叫白不叫。公孙锦，你完全归心。朱思博，你所有的布局都将成为我反击的筹码。魏伯约听闻魏渊在六扇门的所作所为，怒火中烧。师叔，魏渊太过分了，他把我家梁球灌粪汤，还把清河雅院弄得乌烟瘴气。你儿子活该，谁让他去那种地方？可是魏渊现在是六扇门副指挥使，他滥用职权，打压汪家。打压得好，汪家那群老鼠早就该收拾了。师叔，我姐红婵来信了，她说要回来调查梁球中毒的事。红婵要回来，这丫头脾气火爆，要是让她知道魏渊的所作所为，非得把魏渊吊起来打。爷爷，舅舅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魏渊，你给我跪下，你给我儿子灌粪汤，你还有理了。舅舅，你可别乱说，那是孙天淼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孙天淼是穆千秋的徒孙，你倒是撇得干净。我可是六扇门副指挥使，犯案要讲证据。你还敢提六扇门？你带着捕快去苍家敲诈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我收回我魏家的彩礼，天经地义。你先回去，红婵的事老夫会处理，你给老夫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爷爷，我只是在执行陛下交给我的任务，彻查科举大案。彻查？你把京城的谁搅得这么混？
就不怕把自己淹死？浑水才能摸鱼。你可知，你干哥哥朱思伯才是这次科举案的关键人物。朱思伯，他可是大魏第一才子，怎么可能？别装了，老夫知道你心有城府。爷爷，您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死因的真相？你都知道了。这玉佩是父亲留下的。你父亲的死牵扯到朝廷最核心的秘密，以及30万魏家军的未来。我不要未来，我只要真相。你父亲当年发现军费被内阁和几大门阀私吞，他想上报，结果被朱思伯设局，导致战死沙场。朱思伯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你必须活下去才能报仇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去六扇门，把朱思伯给我挖出来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魏渊的仇绝不会隔夜。魏渊开始传授江玉儿刀法，公孙瑾在一旁观看。玉儿，看好了，这套刀法名为36路天罡刀法，第一招斡旋造化。主公武艺精湛，世子，这刀法耍得真好。怎么样，看懂了吗？世子，我怎么觉得这招式和砍柴喂猪有点像？你给我认真点。我看了，我觉得最后3招最简单。放屁，最后3招是最难的，普通人半年才能融会贯通。镇山旱地，颠倒阴阳，钉头七剑。卧槽，你看一遍就会了。镇山旱地就是砍柴，颠倒阴阳就是喂猪，钉头七剑就是插秧苗。我这顶级刀法逼格全没了。主公，这江玉儿是武道奇才，你教他兵法，他能学会吗？试试。啥？什么叫虚实相生？啥叫围魏救赵？太难了，我还是去吃饭吧。算了，他还是适合当我的贴身保镖。世子，梁秋来了，说对面青池雅苑又出新招了，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天上人间，人声鼎沸，气氛热烈。渊哥，汪家把青池雅苑弄得更火了，他们推出了对仙酿，还请了顶级厨师。世子，他们还把我们的姑娘都挖走了。无妨，他们有醉仙酿，我有御茶。沈万三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世子，您真是神人啊！您投资的顾竹紫笋茶简直是精诚一绝。哦，是吗？当然，这茶不仅口感绝佳，而且还能增值。我买了1盒，3天就赚了3000两。什么茶这么神奇？这茶叫御茶，世子亲手操刀，价格300两1盒，买10盒，3天后返还3000两，之后每周返利10两。魏渊，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这是骗局吧？骗局？我魏渊缺你那点钱，这是我给兄弟们的福利。沈万三，给我拿50盒御茶来，我全买了。世子真是魄力。渊哥，这茶真的能赚钱？当然，这叫庞氏骗局，专门骗那些有钱的蠢货。主公，这局太大，一旦崩盘，恐会引起民怨。放心，我设置了高门槛，只骗门阀世家。魏帝，听说你这里推出了御茶，干哥哥来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让你也入局。我可不像魏帝你，对这些投机倒把的生意感兴趣。是吗？那你来我这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听曲儿。听说魏帝你最近写的词惊艳京城，我特意来学习学习。想来刺探军情，既然干哥哥想听，那就让姑娘们唱一曲。这词意境深远，绝非凡品。魏帝，你什么时候有这等才华了？我一直都有，只是不想争名夺利，否则大魏第一才子的名头哪轮得到你？哼，魏帝说笑了。不过这词写得真好，我愿出重金买下这5首词的版权。不卖，不过我可以免费送你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干哥哥，你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听曲吧？魏帝，你太敏感了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身边那位公孙瑾可不是什么善茬。我的人轮不到你来操心。魏帝，你最近的行动可都落入了陛下的眼中。那又如何？我可是陛下亲封的副指挥使。你可知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火烧身？他这是在威胁我。干哥哥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前程吧。沈万三，给我干哥哥拿10盒御茶，算我送他的。魏帝，我说了，我不感兴趣。拿着，这是兄弟心意。他想让我入局。干哥哥，你若不收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朱思伯回到府中，脸色阴沉，将御茶盒子重重放在桌上。大人，魏渊此人太过嚣张，竟敢公然挑衅您。他那5首词确实惊艳，我敢肯定，绝非他所写。那定是那公孙瑾所写。不可能，公孙瑾是豪放派，这5首是婉约派，风格完全不同。魏渊的才华竟如此深不可测，这御茶的利润竟然如此惊人，3天返还3000两。大人，这分明是骗局，您可不能上当啊！骗局？魏渊敢骗门阀世家，他背后可是魏国公。如果我能利用这御茶赚取大量财富，就能巩固我的地位。朱大学士魏渊已经开始对你出手了。汪家主，此话怎讲？魏渊在青池雅苑大闹，抓了花魁，就是在警告我们。我早知道他会对我出手，但他为何不直接告发我？他想玩捧杀，他把那5首词的功劳都推给你，让你成为众矢之的。这魏渊真是狡猾至极。汪家主，你可知魏渊的父亲死因？我不知，你问这做什么？看来汪家也不知道。汪家主，你必须想办法把魏渊给我除掉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人，今晚就让他死无全尸。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魏渊，
你以为你赢了？你终究只是一个纨绔。深夜，魏国公府祠堂失火，南院传来打斗声。魏公，这和尚是宗师高手。谁在吵我睡觉？去死吧！哼！玉儿，快出来，开饭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去死！嘿！好大的力气！走！擅闯我魏家，还想活着离开？玉儿，快封住他经脉！魏公，是末将无能，让小蝶被杀了。你先去治伤，小蝶的尸体不必在意。向我魏家孙儿下毒，不配拥有全尸。老哥，这婢女是死士，和上次刺杀魏渊的是一伙人。看来京城里想杀魏渊的人真是不少。爷爷，这大和尚是狂信徒，您审不出任何东西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他一身修为，不能浪费。大宗师的气，我要了。忍住，这是脱胎换骨的痛苦。主公，他疯了。魏渊吸收大和尚的气，痛苦不堪，但意志坚定。主公，您能撑住吗？身体荒废20年，今日便是脱胎换骨之机。大宗师的气果然磅礴。主公的身体在重塑。成了，后天圆满境界。嘿，主公，您这是嫁衣神功？不是升龙道的特殊功法。主公，我想学。此功法痛苦百倍于断舌之痛，意志不坚者，轻则经脉去断，重则爆体而亡。看来这小子还是承受不住，这家伙还有点用。主公，您看他下身做什么？别乱想，我只是要留他一条命，后天圆满，实力大增。这下我看谁还敢小瞧我魏渊。魏渊身上的烫伤已好7、7、8、8，前往天上人间。世子，御茶的生意已经火爆京城了。很好，沈万三，你做的不错。魏渊果然没杀那个茶商，他只是在试探我。主公，沈万三此人心机深沉。我知道他有160斤反骨，只能用一次。渊哥，大事不妙，汪家又出阴招了。又怎么了？他们散布谣言，说御茶是骗局，还说你利用6扇门压制他们。世子，清池雅苑门口聚集了好多受害者，都在骂您是骗子。意料之中。主公，这正是反击的好机会。没错，沈万三让你的心腹带着所有御茶的钱立刻消失。世子，这照做，然后对外宣布沈万三卷款潜逃了。是。魏帝，听说你的御茶出事了。干哥哥消息真灵通啊！魏帝，你还是太年轻，做生意不是儿戏。朱思伯，你少在这幸灾乐祸。干哥哥，你今天来是看我笑话的。我只是担心你，毕竟你可是魏国公的孙子。放心，我魏渊福大命大。世子，不好了，外面聚集了大量受害者，要冲进天上人间。让他们进来。魏渊想做什么？他疯了吗？天上人间门口，愤怒的百姓们情绪激动，高喊着魏渊骗子。魏渊，还我血汗钱！你个骗子，还我御茶的钱！魏渊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收场！吵什么吵？都给本世子闭嘴！你还敢嚣张？你就是个骗子！骗子！本世子是6扇门副指挥使，你们谁敢污蔑我？你的御茶就是骗局，沈万三卷钱跑了。沈万三卷钱跑了，那又如何？魏帝，你还是承认吧，这骗局是你设的。朱思伯，你少在这煽风点火！魏渊，你个骗子，你害得我家损失惨重。王茂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本世子就砍了你！你们别信他们，魏渊才不是骗子。世子可是好人，他不会骗你们的。主公，现在是洗白的好机会。没错，各位百姓，本世子以尚方宝剑担保，绝不会骗你们。沈万三卷款潜逃，本世子会亲自追查。凡是买了御茶的，所有损失，本世子魏渊全部承担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来人，把所有买了御茶的名单都登记下来。3天内，我会将所有本金双倍奉还。什么？双倍奉还？魏渊，你疯了吗？那可是上百万两银子。上百万两银子，本世子有的是钱。朱思伯，你以为我只会骗钱，我还会洗白？魏渊双倍赔偿了所有受害者，京城一片哗然。好你个龟孙儿，这次玩得漂亮。爷爷，这只是小意思。你双倍赔偿，花了几百万两银子，却赢得了京城百姓的民心。民心可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把汪家和朱思伯都给坑惨了，他们活该。你可知，你现在已经成了京城百姓心中的魏青天？那是当然。魏渊，朕今日召你进宫，有要事相商。陛下这么快就召见你，看来陛下也坐不住了。你进宫后一切小心，南昭帝心机深沉，你别着了他的道。爷爷放心，孙儿自有分寸。这小子越来越像我年轻的时候了。南昭帝，
朱思伯，你们的棋局，我魏渊要亲自来破。魏渊踏入御书房，南昭帝正批阅奏折，神色莫测。魏渊，你来了，赐座。谢陛下。你最近在京城闹出的动静可不小啊！先是清河雅苑，后是御茶案。陛下明鉴，臣只是尽忠职守，彻查科举舞弊案，为陛下分忧。你双倍赔偿百姓损失，赢得了民心，朕心甚慰。陛下洪恩浩荡，臣不敢屈躬。不过，你可知你此举得罪了多少门阀世家？臣只知为陛下，为百姓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好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！朕问你，你对科举舞弊案有何看法？陛下，臣以为科举舞弊牵扯甚广，绝非蔡锟一人所为。哦，你指的是谁？臣斗胆猜测，此案背后有朱思伯的影子。世子慎言，朱大学士可是当朝才子？无妨，让他说。朱思伯身为那届主考官，又与汪家有染，其嫌疑最大。而且臣查到苍清空曾收受朱思伯巨额贿赂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正在搜集，臣恳请陛下给臣3日时间，必将真相大白。3日？你口气不小。臣愿以尚方宝剑担保，若3日内查不出真相，臣愿以死谢罪。好，朕就给你3日时间，但若你查不出，后果自负。臣领旨。魏渊，你可知你查的不是寻常案件，而是整个大魏的根基？臣只为找出真相，还我魏家清白。魏渊回到6扇门，立刻召集手下布置任务。宇存孝、老实、张龙、赵虎，你们听好了。世子，请吩咐。3日之内，我要朱思伯所有与汪家、苍家勾结的证据。世子朱思伯为人狡诈，滴水不漏，恐怕不好查。再难也要查。公孙瑾，你对朱思伯了解多少？朱思伯表面清廉，实则贪婪。他非常重视名声，但私下里却与烟花柳巷的花魁小蝶有染。小蝶是耳。老实，你带人去查朱思伯与小蝶私会的地点和时间。是。世子，我们做什么？你们去查朱思伯名下的所有产业，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暗产。世子，我带人去查朱思伯的往来信件和账目，特别是与汪家、苍家的。好，所有人都给我动起来！3日之内，我要朱思伯身败名裂。主公，朱思伯的父亲是魏公的亲兵，他从小在魏家长大，与您情同手足。情同手足？他害我父亲战死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主公，朱思伯还有一个秘密，他有一个私生子。私生子？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清心寡欲，从未婚娶，但小蝶曾无意中提及。好一个伪君子！老实，再加一条任务，查朱思伯的私生子。是。朱思伯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？刑讯室里，老实正对花魁小蝶进行审讯。小蝶，你老实交代，朱思伯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嘴硬是吧？你可知刺杀世子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我说，小蝶，你若说实话，本世子可以保你一命。世子，我求您放过我。朱思伯他是个魔鬼。他让你做什么了？他让我利用公孙瑾去接近杜三娘，拿到合欢神仙水。然后呢？他让我在清池雅苑的酒里下毒，毒杀魏世子您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！世子，我只是受他威胁，我不敢不从啊。他用什么威胁你？他威胁我要杀了我的孩子。果然有私生子，你的孩子是谁的？是朱思伯的。他对外宣称清心寡欲，可他私下里……孩子现在在哪里？被他藏在城郊的一处别院里，由他的心腹看管。好，老实，立刻带人去城郊别院，把孩子和看管的人都带回来。是。你做得很好，本世子会保你平安。朱思伯，你的伪装彻底被我撕破了。3日之期已到，魏渊再次面见南昭帝。魏渊，3日之期已到，你可有朱思伯的罪证？陛下，臣已查明朱思伯勾结汪家，舞弊科举，并试图毒杀臣。可有证据？臣找到花魁小蝶，她亲口承认朱思伯指使她下毒，并威胁她。这花魁之言不足为信。陛下，小蝶还说她与朱思伯有一个私生子，被朱思伯藏在城郊别院。私生子？朱思伯一直对外宣称清心寡欲。臣已派人将孩子带回，陛下可亲自查验。陛下，魏渊污蔑臣，臣清廉为官，绝无私生子。朱思伯，你敢发誓吗？臣敢。陛下，孩子找到了。这孩子与朱思伯有7分相似。不，这不是我的孩子。魏渊，你陷害我。朱思伯，你敢说你没去过城郊别院？你敢说你没见过这孩子？我的孩子。朱思伯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知罪。朱思伯，你身为翰林院大学士，竟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欺君罔上，舞弊科举，毒杀朝臣，罪无可赦。来人，将朱思伯打入天牢。
择日问斩。不，陛下饶命！朱思伯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这只是开始。朱思伯被关入天牢，南昭帝对魏渊刮目相看。魏渊，你做得很好。朱思伯一案牵扯甚广，你居功至伟。谢陛下。朕决定晋升你为六扇门指挥使，赐蟒袍。蟒袍？从4品直接跳到从1品，南昭帝这是在拉拢我。陛下洪恩，臣惶恐。臣以为六扇门指挥使一职责任重大，臣恐难当大任。你少谦虚，朕相信你的能力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朱思伯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势力？魏渊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朱思伯虽是才子，但绝无能力一手遮天，勾结汪家，舞弊科举，甚至毒杀朝臣。你是在怀疑朕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猜测朱思伯背后有更大的幕后黑手。魏渊，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。陛下，臣的父亲魏英雄当年战死沙场，是否也与这幕后黑手有关？魏渊，你放肆！陛下，臣只是想知道真相。我魏家满门忠烈，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。魏渊，你父亲的死是国之绝密，你无权过问。陛下，若臣查明真相，还我父亲清白，陛下可否答应臣一个请求？什么请求？臣请求陛下彻底清查朝堂，铲除所有腐败势力，还大为一个朗朗乾坤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若你真能做到，朕便还你父亲清白，并助你一臂之力。南昭帝，你以为我只是在为你卖命？我是在为我魏家，为我自己而战。魏渊向魏伯约汇报了与南昭帝的对话。魏伯约听后脸色凝重：你竟然敢和南昭帝做交易，你可知伴君如伴虎？爷爷，我别无选择，父亲的死我必须查清。南昭帝是个心机深沉之人，他之所以答应你，是想借你的手铲除异己。我知道，但我也要借他的事铲除幕后黑手。你父亲的死牵扯到内阁首辅以及几大门阀。内阁首辅？没错，当年军费贪腐案，内阁首辅是主谋，他与朱思伯勾结，设局陷害你父亲。主公，这简直是滔天大罪！爷爷，您为何不早告诉我？我查了几十年，线索都被切断了，而且没有确凿证据，我贸然行动只会让魏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现在有了朱思伯的口供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。朱思伯已经被打入天牢，他会招供吗？他会招供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去天牢亲自审问朱思伯。天牢重地，你一个六扇门指挥使，恐怕也无法随意进出。我有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你别冲动，内阁首辅势力庞大，他不会坐以待毙的。爷爷，我魏渊的字典里没有退缩2字。主公，我与您同去。好，公孙简，你随我一同前往天牢。天牢深处阴森恐怖，朱思伯被关押在最深处的牢房。指挥使大人，天牢重的，没有陛下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尚方宝剑在此，先斩后奏，你敢阻拦？不敢，不敢。魏渊，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朱思伯，你可知你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？都是你陷害我。陷害？你勾结汪家，舞弊科举，毒杀朝臣，甚至害我父亲战死沙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？魏渊，你别想从我口中问出任何东西。是吗？你可知你的私生子现在过得很好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但如果你不配合，我可不敢保证他的安全。魏渊，你敢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朱思伯，你以为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告诉我，当年军费贪腐案的主谋是谁？谁是幕后黑手？我不能说。不说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啊，魏渊，你不得好死。朱思伯，你父亲魏英雄是我的亲兵，他替我爷爷挡箭而死。你从小在魏家长大，我魏家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恩将仇报？我被逼的。谁逼你？是内阁首辅。魏渊从天牢归来，立刻将朱思伯的供词告知魏伯约。爷爷，朱思伯招了，幕后主使是内阁首辅。什么？这个老匹夫？内阁首辅，这可牵连甚广。他不仅是军费贪腐案主谋，还勾结朱思伯，设计害死我父亲。我早就怀疑，但苦无证据。主公，内阁首辅势力庞大，我们必须从长计议。没错，现在还不能动他，我们得先检出他的羽翼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汪家、苍家还有御茶案都是他的棋子，我要让他们成为内阁首辅的弃子。御茶？那不是你搞的庞氏骗局吗？正是，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要让京城所有门阀世家都卷入这场骗局。好，就让这京城的水再浑一点。爷爷，您对外宣称我因惊吓过度得了失心疯，整日胡言乱语。为何？让他们以为我疯了，就会放松警惕。妙啊，兵不厌诈。好，老夫就陪你演这出戏。天上人间，灯红酒绿，生意兴隆。渊哥，你这御茶生意做得真大。那是，这叫空手套白狼。世子御茶的掌柜沈万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
世子，御茶的生意已经火爆京城了。很好，我让你安排的事都办妥了吗？都办妥了。汪茂已经上钩，他把汪家300万两银子都投进去了。300万两还不够。世子，您还想？我要让汪家把整个家底都搭进去。义父，您这是要坑死汪家？没错，我要让他们为内阁首辅付出代价。世子，您可要小心，汪家也不是好惹。放心，我魏渊可不是吃素的。永丰钱庄门口，汪茂焦急地等待。沈掌柜，我爹答应了，再追加200万两。汪少爷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能赚大钱，我爹说了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汪少爷，御茶的利润虽然高，但风险也大。风险由我汪家担保，有什么风险？哈哈哈，汪茂，你也要买御茶吗？魏渊，你个疯子，别挡路！疯子，我可是神仙，我能预知未来。世子，您这是演戏？汪茂，我告诉你，御茶是个骗局。骗局？你个疯子，我才不信！不信，那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。疯子！汪少爷，您看魏世子都这么说了，这御茶……哼，他就是嫉妒我。沈掌柜，赶紧办手续。少爷，魏世子的话会不会是真的？闭嘴！他一个疯子，能知道什么？魏府书房，魏渊向魏伯约汇报。爷爷，汪茂已经把汪家500万两银子都投进去了。好，这小子比他爹还蠢。500万两，汪家这次要伤筋动骨了。主公，御茶的骗局何时揭穿？再等等，我要让他们输得更彻底。渊儿，你可要小心，汪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替罪羊。替罪羊？没错，御茶的掌柜沈万三就是最好的替罪羊。主公，沈万三毕竟为你做了这么多事，子不长兵，亦不长财。沈万三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永丰钱庄密室，沈万三向魏渊汇报御茶案的后续。世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御券已全部发放到位，百姓们对您魏青天的称颂已是满城皆知。名声那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我要的是这些东西。看见了吗？这些才是无价的宝藏。主公高明，御茶聚财，御券收心。您用双倍赔偿换来的不仅是清明，更是这京城数万流民的拥戴和名册。我明白了，义父，您让他们凭御券领州，实则是在筛选青壮，登记造册。没错，钱是汪家的，是那些门阀的，但人是我魏渊的。沈万三，我让你暗中收购的粮食进行的如何了？世子已按您的吩咐收购了京城周边70%以上的新粮，均已秘密运往清风寺下的粮仓。很好，有了粮，有了人，接下来就该有兵了。魏渊与梁球、冷秋霜骑马来到流民聚集处，这里已初步有了营地的秩序。世子爷活命之恩，小老儿等无以为报啊！诸位乡亲请起，我魏渊在此立誓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让你们饿死。但如今世道不太平，北有匈奴，内有权奸，光靠施粥非长久之计。渊哥这是要干嘛？唱大戏啊？他在聚事。我欲在城外开设护曹营，维护京杭漕运，保我大魏粮道畅通。凡青壮者皆可报名，1日3餐，每月还有饷银，足以养家。求弟，你梁家不是一直想插手漕运吗？这护曹营的差事交给你了。真的，渊哥，你真是我亲哥。记住，我要的是一支能随时拉上战场的水陆精兵，不是曹公。明白。魏渊向魏伯约汇报了自己的布局：以工代赈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龟孙儿，你这手段比你老子当年更老了。渊儿，你如此大张旗鼓地招揽流民，训练私兵，南诏帝绝不会坐视不管，所以他才会给我天剑司护军统领这个虚职，想把我圈养在京城。但他算错了2点。哦，哪2点？第一，他低估了我魏渊在百姓心中的分量，动我就是动民心。第二，他高估了朝廷对京城之外的掌控力。我的护曹营在城外，我的粮仓在山上，他若动我，我随时可以切断漕运，让京城断粮。好一个以民为盾，以粮为兵，你这已不是棋手，而是在为自己制定棋规。爷爷，京城这盘棋下得太久了，孙儿想换个更大的棋盘。魏渊与魏伯约商议如何对付内阁首辅。内阁首辅权势滔天，他的党羽遍布朝野，贸然行动只会引火烧身。没错，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。主公，内阁首辅的账房必然掌握大量机密。账房？我听说那个首辅有一个唯一的儿子，名叫陈修。此人贪花好色，嚣张跋扈，是京城有名的纨绔。陈修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废物也有废物的作用，我要利用他找到那个首辅的罪证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爷爷，您对外宣称我因伤势过重，需要静养，闭门不出。这是为何？我要让那个首辅以为我怕了，放松警惕，然后我再给他一个惊喜。天上人间，
魏渊设下酒局，等待陈修。渊哥，你真要请陈修那个废物？没错，他可是内阁首辅的宝贝儿子。世子陈修此人出了名的难缠。难缠，我魏渊最喜欢难缠的人。魏渊，你请本少爷喝酒有什么目的？陈少爷说笑了，我只是久仰您的威名，特意请您来喝一杯。哼，你魏渊的名声，本少爷可不稀罕。陈少爷，我听说您最近看上了一匹汗血宝马，你知道？当然，那匹马本世子已经替你买下了。魏渊，你果然识趣。陈少爷喜欢就好。魏渊，你今天这么大方，有什么事求本少？陈少爷，我最近看上了一位绝世美人，想请您帮忙引荐。美人？什么样的美人？内阁首辅府上的账房先生，名叫李清，此人容貌绝美，才华横溢。魏渊，你疯了吗？李清可是个男人。天上人间，陈修被魏渊的话惊得目瞪口呆。魏渊，你竟然喜欢男人？陈少爷，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。对啊，渊哥就是口味独特。哈哈哈，魏渊，你真是个怪胎。陈少爷，您就帮我引荐一下李清吧，事成之后我再送您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？没错。好，本少爷就帮你这个忙。陈修，你这条鱼终于上钩了。内阁首辅府邸，魏渊在陈修的带领下见到了账房先生李清。李清，这位是魏国公府的魏世子，他仰慕你的才华，特意前来拜访。魏世子有何贵干？李清，我一见你便知你非池中之物。魏世子，请自重。李清，我愿为你抛弃世俗，与你双宿双飞。魏渊，你敢在本府府上胡闹？内阁首辅，你终于出来了。魏渊，你公然调戏本府账房，是何居心？居心？我只是想问问李清，你这些年贪污受贿的账本都藏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魏世子，这是内阁首辅这些年贪污受贿的账本。李清，你敢背叛我？你利用我的家人威胁我，让我为你做尽坏事。如今魏世子救了我的家人，我为何不能背叛你？内阁首辅府邸账本曝光，首辅面如死灰。李清，你竟然勾结魏渊陷害本府，是你先利用我在先。内阁首辅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内阁首辅，你竟敢贪污军费，舞弊科举，罪无可赦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，都是魏渊陷害臣。陛下，李清的家人都在臣手中，他没有理由陷害首辅。陛下，老臣愿意为渊儿担保。内阁首辅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知罪。来人，将内阁首辅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魏渊，你不得好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等着。御书房内，南昭帝对魏渊赞不绝口。魏渊，你做得很好，铲除内阁首辅，你居功至伟。谢陛下。朕决定恢复你父亲魏英雄的清白，追封为忠烈王。父亲的清白终于恢复了，多谢陛下隆恩。另外，朕决定晋升你为兵部尚书，掌管天下兵马。兵部尚书，这可是掌管天下兵权的大官。南昭帝这是在试探我。陛下洪恩，臣惶恐。臣以为兵部尚书一职责任重大，臣恐难当大任。你少谦虚，朕相信你的能力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个请求。说。臣请求陛下彻底清查朝堂，铲除所有腐败势力，还大魏一个朗朗乾坤。魏渊，你胃口不小啊。臣只是想让大魏变得更好。南昭帝看着魏渊，若有所思。魏渊，你如今已是兵部尚书，掌管天下兵马，朕希望你能为大魏开创一个盛世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朕给你3个月时间，清查兵部，整顿军务。臣领旨。退下吧。盛世，我要开创的是属于我魏家的盛世。魏渊回到魏府，向魏伯约和公孙景讲述了御书房的对话。兵部尚书，好，这一下你小子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。爷爷，南昭帝给我3个月时间，清查兵部，整顿军务。主公，这是南昭帝给你的机会，也是对你的考验。没错，这3个月，我要让兵部彻底信魏。韦渊哥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兵部之中，内阁首辅的党羽必然不少，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主公，您打算从何处下手？从军饷、军费贪腐案牵扯甚广，我要顺藤摸瓜，将所有贪官污吏一网打尽。好，爷爷支持你。爷爷，我需要您帮我震慑朝野。放心，只要你敢做，爷爷就敢给你撑腰。兵部衙门，魏渊上任第一天，便召集所有官员。诸位，我魏渊今日上任兵部尚书，丑话说在前头。这个纨绔能干什么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效忠谁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只准效忠大魏，效忠我魏渊。魏尚书，您这话未免太狂妄了。狂妄？我魏渊有狂妄的资本。吕存孝老实，在。将所有军饷账目全部呈上来，我要亲自清查。魏尚书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，我魏渊就是规矩，谁敢阻拦，杀无赦。魏尚书，军饷账目繁多，恐怕需要10日清查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之内查不出问题，就全部滚蛋。3天？没错，3天。兵部衙门，魏渊坐镇，
清查军饷账目。吕存孝老师，你们仔细查，每一个铜板都不能放过。是，魏尚书。义父，这些账目果然有问题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这些军饷有一部分被挪用到了一个名叫北明商会的地方。北明商会，这名字有点耳熟。继续查，我要查出这个北明商会的幕后之人。魏尚书，北明商会势力庞大，牵扯甚广。势力庞大，牵扯甚广。我魏渊最喜欢拔萝卜带泥。兵部衙门清查军饷账目仍在继续。魏尚书，我们查到北明商会的幕后之人正是当朝太尉李贺。太尉李贺，果然是他。魏尚书，李贺可是内阁首辅的亲信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内阁首辅的残余势力。魏尚书，太尉李贺权势滔天，您可要三思啊！三思？我魏渊的字典里没有三思二字。吕存孝老师，立刻带人前往太尉府，将李贺给本尚书抓回来。是，魏尚书。义父，您就瞧好吧。太尉府门口，魏渊带人浩浩荡荡。太尉李贺勾结贪墨军饷，速速出来受死。魏渊，你个黄口小儿，竟敢在本太尉府上撒野！撒野？我魏渊是奉旨查办贪腐。奉旨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李贺，北明商会的账本，你可还记得？魏渊，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！吕存孝，将账本呈上来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李贺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魏渊，本太尉与你拼了！太尉李贺狗急跳墙，拔剑刺向魏渊。啊！魏尚书，李贺已伏诛。伏诛？太便宜他了。义父，您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将李贺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我要他供出所有同党。御书房内，南昭帝听着魏渊的汇报，脸色复杂。魏渊，你做得很好，铲除李贺，你又立一功。谢陛下。朕决定晋升你为大将军，总领天下兵马。大将军，南昭帝这是彻底放权了，还是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？陛下洪恩，臣惶恐。臣以为大将军一职责任重大，臣恐难当大任。你少谦虚，朕相信你的能力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禀报。说，臣在清查兵部时，发现军费贪腐案牵扯甚广，甚至与我父亲魏英雄当年的战死沙场有关。魏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想说的是，父亲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魏渊，你放肆！魏渊暗示其父死因并非意外，南昭帝勃然大怒，气氛瞬间凝固。魏渊，你放肆！你父亲的死是国之绝密，你无权过问。陛下息怒，臣只是心系亡父，一时失言。臣今日身体不适，恐难再侍奉陛下，恳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回府静养。陛下，魏公还在等候。准了，魏渊，你给朕记住，有些事情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。臣告退。魏渊回到魏府，魏伯约早已在祠堂等候。龟孙儿，这枪不是你能玩的，还有你弄回来的那些怒叉金刚，都交给爷爷。不给，这是我的战利品。这枪是我魏家先祖的陪葬品，不是战利品。老夫不想看到他再被人缴获。我有自保能力，就不给。好言好语你不听，非逼老子揍你一顿是不是？老哥别激动，渊儿现在是副指挥使，殴打朝廷命官，不像话。行，老夫不用修为，单凭枪术，你要是能抗住我3招，这枪老子就不要了。好啊，喜顺，去练功房拿2杆枪来，一杆用棉布包头。无枪之上，3尺锋芒。爷爷，你老胳膊老腿，可别被我枪尖锐器所伤。好你个龟孙儿，还敢跟老子装上了！今日就让你知道，我魏伯约大魏第一枪的名号不是白来的。白蛇吐信赐梁王，还敢用魏家枪对付老子？白蛇吐信赐梁王，这龟孙儿的枪法竟不在我之下。靠山倒缠龙卧道，你小子，这是青龙摆尾，你喊错名字。爷爷打了一辈子仗，难道没听说过兵不厌诈吗？你狮子搏兔，应用全力。爷爷，你犯了兵家大忌。或许我父兄当年也是如此，轻信了不该信的人，所以才会战死沙场。魏伯约突然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四射，他看着魏渊，激动的浑身颤抖。好一个霸王枪！龟孙儿，跟爷爷说实话，这枪法到底是谁教你的？魏伯约气息暴涨，周身气劲烦让，竟在刚刚的对决中迈出了那最后一步，脱凡入圣。龟孙儿，快说，这霸王枪是哪位高人教你的？一个乞丐在青楼嫖完没钱，就用一本破枪法抵了债。书上说，作者叫霸王项羽。青楼？你小子的机缘怎么全在青楼？老哥，要不咱俩也去一趟？滚蛋！这事还有谁知道？此事关系到你的性命，必须保密。你、秋霜、玉儿，还有穆爷爷，我是第一次施展，自家人知道就行。元儿，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再用这套枪法，否则你将成为众矢之的，
就算爷爷也保不了你。明晚3更练功房，把我教会了，这枪就给你，现在滚吧！不守信用的老逼灯。魏渊哥哥，我扶你回房。韦渊哥哥，你已经很强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？我荒废了20年，想要追上别人，就要付出100倍的代价。世子，朱少爷回来了，带着家眷，说要常住。哦，我这位好哥哥在天牢里关了2个月，终于被他的主子捞出来了。世子，听说内阁首辅以查无实据、证据链断裂为由，向南诏帝连上3道奏书保他。陛下为了朝局平衡，只好将他贬为庶民，释放出狱。哼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让他住，安排在水牢旁边，方便我照顾他。是，世子，刚才苍小姐也在外面求见。魏渊，你不是一直缠我的身子吗？今天我给你，求求你救救我苍家。这一个上赶着现身的恶心女人罢了，本世子嫌她脏。缺钱了，我爹重病，我弟弟要读书，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借我一点钱。生病的爹，读书的弟，破碎的家，你这套说辞跟青楼的娼妓一模一样。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去我的天上人间当花魁，凭着世子前未婚妻的名头，还能卖个好价钱；第二，挺着肚子去汪家，说不定他们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会施舍你一点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怀孕？我很干净。你那点破事我早就知道，自己滚，还是我让人把你打出去？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喧哗，喜顺慌张跑进来。世子啊，不好了，御茶的骗局爆了，京城里几10个公子哥都堵在门口要您赔钱呢。魏国公府门口被几10个怒气冲冲的公子哥围得水泄不通。魏渊，我爹的棺材本都被你骗光了，今天不赔钱，我跟你拼了！诸位兄弟，大早上火气这么大做什么？渊哥，御茶的掌柜吊死在店里，大家的钱都没了，你可是担保人。哦，赔钱是吧？行，我魏渊说话算话，答应过的事认。上次你买了10盒刨掉分红，我赔你1800两。喜顺，拿钱。不对，我后来又投了6万两，那是我从家里偷的古董字画换的钱。那和我有鸡毛关系？我只担保你那10盒，剩下的谁劝你买的，你找谁去？对啊，我记得后来劝你加仓的是汪茂吧？这事得找汪家。汪家现在如日中天，我们哪敢得罪啊？这么说，你们是觉得我魏家好欺负了？行，你们的钱，汪茂担保的那部分我也认了。不过本官现在是6扇门副指挥使，正在查御茶的案子，你们都是受害者，也是证人。现在所有人跟我去汪家讨个说法。去汪家？本官奉旨查案，谁敢不去，就是妨碍公务，都给我走！上回自掏腰包平事，真当我魏渊是做善事的弥勒佛。那400万两买的是我今日为青天这块金字招牌，有了这护身符，我说黑就是黑，说白就是白。汪守鹤，你吞下去的，今天连本带利用你汪家全族的命来还。魏渊带着一群受害者浩浩荡荡地杀向汪府，老实带着捕快早已等候在侧。义父都安排好了，汪家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锦衣侯府门口，汪守鹤带着大批侍卫严阵以待，脸色阴沉如水。汪叔，别来无恙啊！本官奉旨查办御茶诈骗案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你汪家，还请汪叔行个方便。我汪府与御茶案有何关系？魏贤侄可不要血口喷人。没关系，那张万福的店铺是你汪家租的吧？我这群兄弟是你儿子汪茂劝说担保的吧？义父，我们在汪府后院抓到想杀人灭口的管家，救下了张万福的妻儿。汪叔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本官现在有理由怀疑张万福就是你汪家推出来的傀儡。汪叔，我们2家可是世交，你怎么连自己人都骗啊？对呀，汪叔，还钱！住口！一群蠢货被魏渊当枪使了，都不知道我汪家也是受害者。看到了吗？我儿子也被骗了几百万两，我刚执行完家法。苦肉计，汪叔，你给我几千万两，我让我爷爷把我打得比他还惨，你信不信？不如这样，让我们进去搜一搜，如果没有来历不明的珍宝，就证明你汪家清白，我魏渊当众给你奉茶谢罪。你敢？尚方宝剑在此，如陛下亲临，我看谁敢造次。我怕你奶奶个蛋！别说你一把破剑，就算南诏帝亲临，老子也……陛下驾到！汪爱卿，朕很好奇，就算朕亲临，你又待如何啊？汪守鹤面如死灰，他知道自己掉进了魏渊精心设计的陷阱里。南诏帝看着眼前的烂摊子，又看了看一脸忠勇的魏渊，缓缓开口：“魏渊，既然所有证据都指向汪家，那你就搜吧。”得到皇帝的首肯，魏渊小人得志，嚣张到了极点。还愣着干嘛？不用找了，
直接去汪家祠堂灵位前第3块地砖下面，就是他们的藏宝库。很快，6扇门的捕快们从地道里搬出一箱又一箱的金银珠宝，奇珍异玩，其价值足以弥补所有受害者的损失。王守鹤，这些东西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这一切都是我汪府管家一人所为。陛下，一个管家哪有这么大能耐？分明是汪茂主谋，证据确凿，请陛下降旨，将汪茂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天下门阀世家、黎民百姓都在看着您呢。依法办理吧。来人，把汪茂押入天牢，明日午时3刻，菜市口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魏渊，此案你6个时辰便破获，居功至伟，朕要重赏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陛下，臣最近得罪的人太多，日夜难安，恳请陛下恩准，给臣一个可以拥兵的官职，以求自保。拥兵？陛下，天监司的护军统领一职刚刚空了出来。准了，朕就封你为天监司护军统领，统领200护军，护你周全。谢陛下隆恩。魏渊回到魏府，公孙景已在房间等候。主公，您费了这么大劲，就要了一个小小的护军统领。200护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天监司。我们有钱，现在又有了源源不断的兵器，接下来就该解决兵和粮了。主公，您是想施粥是假，招兵买马是真。你对外放出消息，魏渊准备在城外修建拳馆，招收流民打黑拳。公孙景惊愕地看着魏渊，他知道魏渊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。主公，您打算如何解决粮草问题？全京城的米行掌柜都在四处奔波贷款，准备抢购即将入市的低价粮食。世子，米行掌柜们都疯了，今天已经有8家找我贷款进货。意料之中，南昭帝想卖粮弥补国库亏空，汪家想借机贪污。世子，您真要按照计划收购市面上所有的粮食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让你做就做，别多问，我出钱，你安排人分开收购所有米行进的粮食，全部现金结算。是，我立刻安排。沈掌柜，我董记米行想贷款3万两白银。世子，这是董记米行的董掌柜。董掌柜，你进多少粮食，我收多少，价格好商量。世子您收粮食做什么？我魏渊乐善好施，准备施粥赈济流民，积攒功德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敢，世子是为青天。很好，记住，你进的每一粒粮食都得卖给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魏渊回到魏府，冷秋霜正在为他整理衣物。魏渊哥哥，你收购这么多粮食，不怕南昭帝猜忌吗？我以施粥的名义，他抓不到把柄。秋霜，无声老母的报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无声教的死士只认信物，我会易容成汪腾，嫁祸给汪家。好，今晚我们就行动，让汪家为我们背下这口锅。魏渊和易容成功的冷秋霜正准备前往天上人间，此时一个肥胖的身影从窗外闪过，江玉儿捂着肚子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。世子，我肚子疼，有人在我的烧鸡里下泻药。江玉儿因为泻药肚子剧痛，无声老母趁机潜入魏府，目标直指魏渊。冷秋霜，你个逆徒，竟敢背叛师门！我的一切都是你逼的，今日我就要替那些死去的姐妹报仇。无声老母居然亲自来了，这疯女人！有刺客，老夫的龟孙儿有危险。哼，魏渊，去死吧！你居然会武功！你真以为我是废物？你隐藏了实力，想杀我孙儿，没门！魏渊将无声老母的尸体和昏迷的汪腾带到水牢，准备嫁祸。易容成汪腾把无声老母的尸体带走，嫁祸给汪家。明白。好哥哥，杨脸真家被劫走了，我怀疑是汪家的人干的。你现在跟我去一趟汪府，查探虚实。魏渊一行人刚离开，屋井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外族语言的交谈声。魏渊心头一沉，他听到对方提到了一个名字——杨脸真家。魏渊和冷秋霜易容后，在京城闹市上演了一出九剑仙汪腾斩杀无声老母的大戏。快看，天下第一剑，九剑仙汪腾！汪腾居然杀了无声老母，太厉害了！看到了吗？汪家为了洗清嫌疑，连无声老母都敢杀。这汪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你以为汪家真是废物？他们一直在藏拙。魏渊回到魏府，发现水牢内的杨脸真家已被劫走，心中了然。好哥哥，杨脸真家被劫走了，我怀疑是汪家为了灭口。我已派人去汪府查探，你现在必须帮我一个忙，去吐蕃国使馆打探一下杨脸真家的下落。弟弟，吐蕃使馆我不好去啊。你和杨脸真家的关系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父兄的死与杨脸真家脱不了干系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说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手足之情。
魏渊的武道修为已达宗师境界，魏伯约决定将魏家枪法倾囊相授。龟孙儿，你已入宗师，但根基尚浅。今日老夫教你魏家枪的精髓。多谢爷爷。魏家枪一招一式皆为杀招，没有花架子，你看好了。魏家枪法果然博大精深，每一招都暗含兵法。老哥，渊儿的悟性比你年轻时强多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孙子。渊儿，你可知你现在已经成了京城所有门阀世家的眼中钉？知道，我就是要搅浑这京城的水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你太小看他们了，他们背后是整个大魏的根基。我魏渊就是大魏新的根基。魏渊开始利用沈万三收购市面上的所有粮食，为组建私兵做准备。沈掌柜，收购粮食的钱都准备好了吗？世子放心，3000万两银子已全部到位。很好，所有收购来的粮食全部运到清风寺的山脚下，秘密藏好。世子，您真要施粥赈灾？施粥是假，招兵买马是真。你对外放出消息，魏渊准备在城外修建拳馆，招收流民打黑拳。黑拳？没错，打拳可以赚钱，输了非死即残，赢了就是我魏家军的精兵。世子高明，既能赚钱，又能招兵，还能掩人耳目。沈万三刚离开，一名黑衣人突然出现，对魏渊行礼。世子，吐蕃国师杨脸真家被朱思伯带走，正潜伏在城外。朱思伯，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魏伯约跟踪朱思伯，发现他将杨脸真家藏匿在京郊的一处废弃寺庙内。老弟，这朱思伯果然有问题，他竟与吐蕃国师勾结。杨脸真家自是吐蕃的妖僧，精通邪术。老哥，我们不能大意。我魏伯约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今日我就为魏家清理门户。寺庙内，朱思伯正与杨脸真家密谋着什么。法王，只要我们联手杀了魏渊，魏家军就是我们的了。魏伯约时日无多，只要他一死，大魏将是我们的天下。朱思伯，你这白眼狼，竟敢背叛魏家！爷爷，你听我解释。真不听！你父兄为魏家战死，你却恩将仇报。魏伯约，你老了，今日就让老衲送你上西天。魏伯约与杨脸真家打得难解难分。就在此时，朱思伯趁机从怀中掏出一封染血的信件，眼神阴毒地看向魏伯约。爷爷，你可知你儿子魏英雄真正的死因？魏伯约听到儿子的死因，心神大乱，被杨脸真家抓住机会，一掌击中胸口。你说什么？魏英雄不是战死，而是被我设局，死于内讧。这信上写着你儿子的临终遗言。啊！我魏伯约一生英明，竟养出你这白眼狼。老哥，小心！老哥，你受伤了。我儿的死与朱思伯脱不了干系，我要杀了他。魏伯约，你的命是老衲的。老弟，带我走。好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杨法王，杀了他们！魏渊和冷秋霜在赶往寺庙的路上，正好看到穆千秋扶着魏伯约狼狈逃出。爷爷，渊儿，你父的死是朱思伯设的局。我知道。魏渊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日你们祖孙俩都得死在这。魏渊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谁敢动世子？秋霜缠住杨脸真家，公孙锦带爷爷和穆爷爷先撤。魏渊眼神中闪过一丝疯狂的杀意，他知道面对2大宗师，他必须暴露真正的底牌了。朱思伯，你以为我魏渊的底牌只有这些吗？魏渊，你一个纨绔能有什么底牌？宗师圆满，你竟隐藏了修为。杨脸真家，你藏拙，我也藏拙。今日我就要替魏家清理门户。魏渊哥哥，我来助你。谁敢动世子，我先剁了谁。朱思伯，你敢直面我吗？魏渊，你别过来。朱思伯，你以为你父兄的死就这么简单吗？当年军费贪腐案，内阁首辅是主谋，他与你勾结，设局陷害我父亲。你都知道了？我魏渊的仇从不隔夜。渊儿，留他活口，他还有大用。爷爷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渊儿，你爷爷说的没错，他牵扯甚广，不能杀。杨脸真家，今日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魏家枪。好恐怖的枪法！魏渊越战越勇，杨脸真家节节败退。就在此时，寺庙外传来一阵急促的猛蹄声。魏渊心头一沉，他知道真正的麻烦来了。世子，末将前来支援。魏伯约，你竟敢设局？对付你这种妖僧，何须设局？我的修为。王叔，将杨脸真家和朱思伯都押回魏府水牢，严加看管。遵命。爷爷，您受伤了。渊儿，你长大了，你父的仇就靠你了。爷爷放心，我魏渊绝不会让您失望。老哥，你这伤势必须立刻回府治疗。水牢内，杨脸真家和朱思伯被五花大绑。妖僧，告诉我，你与朱思伯到底勾结了谁？魏渊，你休想从我口中问出任何东西。是吗？
你可知我魏渊最擅长折磨人啊？朱思伯，你现在招供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魏渊，你敢？我是翰林院大学士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学士吗？告诉我，当年害死我父兄的主谋是谁？我不能说。看来你们都想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魏渊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他知道要想撬开这两个人的嘴，必须用非常手段。看来得请爷爷出山了。魏伯约在穆千秋的救治下，伤势有所好转。爷爷，杨脸甄家和朱思伯嘴都很硬，不肯招供。这两个白眼狼，你复得仇，老夫亲自来报。老哥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可动怒。老夫等这一天等了10几年，今日谁也别想拦我。水牢内，魏伯约清审杨脸甄家和朱思伯，气氛紧张。妖僧，你可知魏家枪专杀妖邪？魏伯约，你以为你还能奈我何？你敢？朱思伯，你这个孽障，你可知你父当年是如何为魏家战死的？爷爷，你父当年替老夫挡剑而死，你却与仇人勾结，陷害魏家，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吗？我错了，爷爷，我错了。说，当年害死你父兄的主谋是谁？是内阁首辅。内阁首辅。好，很好，老夫等这一天等了几10年。魏伯约怒火中烧，他知道一场针对内阁首辅的大清洗即将开始。渊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爷爷，孙阿姨准备就绪。好，此番行动牵连甚广，需步步为营。孙儿明白，朱思伯和杨脸甄家的口供是我们的第一步。口供？那老狐狸岂会坐以待毙？他不会，所以我们要让他以为我们不敢动他。你打算如何？南昭帝刚封我为天剑司护军统领，我想从天剑司入手。天剑司那地方油水不多，你怎会看上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那里是兵器制造重地，若能掌握，便是掌握了兵源。你有何计划？先从清查军备开始。天剑司内阁首辅的党羽不少，正好借机清除。你可要小心，天剑司的司监和副司监都是首辅的人。孙儿自有办法。好，老夫在朝中为你震慑，你放手去干。多谢爷爷。魏渊离开水牢，眼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。内阁首辅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天剑司衙门，魏渊上任第一天便召集所有官员。诸位，我魏渊今日上任兵部尚书，护军统领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一个纨绔子弟能干什么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效忠谁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只准效忠大魏，效忠我魏渊。魏统领，您这话未免太狂妄了。狂妄？我魏渊有狂妄的资本。吕存孝老师在，将所有军备采购账目全部呈上来，我要亲自清查。魏统领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我魏渊就是规矩，谁敢阻拦，杀无赦。魏统领，军备账目繁多，恐怕需要10日清查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之内查不出问题，就全部滚蛋。3天？没错，3天。天剑司内一片哗然，魏渊的铁腕手段震慑了所有人。3天足够让你们露出马脚。3天后，魏渊坐在司监的位置上，翻阅着堆积如山的账目。吕存孝老师，3天已到，可有结果？回禀统领，账目错综复杂，但我们发现司监大人和2位副司监的签字频繁出现在高价采购劣质材料的清单上。义父，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贪墨军饷。哦，司监大人，2位副司监，你们可有话说？魏统领，这都是误会，下官们只是疏忽了。是啊，魏统领，那些材料是有些贵，但都是为了大魏将士的安危啊。为了将士安危，本统领怎么听说你们用边角料充当金刚，用烂木头糊弄军械？魏统领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血口喷人？来人，将这3位大人给本统领拿下。魏渊，你敢？我们是内阁首辅的人。内阁首辅，那又如何？本统领奉旨查办贪腐，谁也保不了你们。司监和副司监被押走，天剑司内噤若寒蝉。内阁首辅，这只是开胃菜。魏渊向魏伯约和穆千秋汇报了天剑司的进展。好一个魏渊，你这招釜底抽薪，打得那老狐狸措手不及。渊儿，你抓了首辅的人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让老师放出风声，说他们被抓是因为勾结汪家贪慕预查案的赃款。妙啊！这样一来，首辅想保他们，就等于承认与汪家勾结。可首辅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他不会坐以待毙。他当然不会，我已经准备好应对他的反击。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我会以天剑司护军统领的身份向陛下呈报，要求彻查天剑司所有历史账目，尤其是与内阁首辅相关的。南昭帝会同意吗？他会，他需要一个契机，彻底清除首辅的党羽，巩固皇权。你这小子心眼比老夫还多，都是跟爷爷学的。突然，王玄策急匆匆赶来。魏公世子，不好了！城外清风寺的拳馆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清风寺拳馆一片狼藉，许多流民被打伤。梁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渊哥，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招收流民打黑拳，可今天突然来了一伙人，他们自称是黑龙帮，说这片地盘是他们的。主公，黑龙帮是京城最大的地下势力，被后有门阀世家支持。义父，他们下手很重，把我们的人都打伤了。黑龙帮？渊哥，他们还说你魏渊算什么东西，敢在他们的地盘上撒野？是吗？看来那个首府已经按捺不住了。主公，黑龙帮的帮主名叫龙霸天，是个宗师高手。宗师高手，正好。渊哥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先报警？啊不，先找六扇门。不用，本统领亲自会这个龙霸天。魏渊大步走向拳馆深处，眼中战意凛然。那个首府，你以为靠几个江湖打手就能吓住我？拳馆深处，一个身材魁梧、面带刀疤的男子正坐在主位上，正是黑龙帮帮主龙霸天。魏渊，你终于来了。听说你是魏家的废物世子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龙霸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敢在本统领的地盘上撒野？地盘？这里是黑龙帮的地盘，你魏渊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手下无情？本统领倒要看看你黑龙帮有什么本事。有点意思。少废话，出手吧。宗师圆满，果然有两下子。两人拳掌交错，劲气四射，拳馆内尘土飞扬。魏渊虽然修为不如龙霸天，但招式精妙，以巧获利。魏渊，你以为凭这些花拳绣腿就能赢我？再来！魏渊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他知道这是他立威的关键一战。主公，他受伤了。渊哥，你别硬撑了。哈哈哈，龙霸天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你疯了！我魏渊的字典里没有输字。这不可能，你隐藏了实力。魏渊的气势瞬间压倒龙霸天，他知道这一战他必须赢。龙霸天，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魏家枪法。主公竟然会霸王枪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认输。我说是那个首府让我来的。那个首府很好，今日你可以走，但记住，黑龙帮从今天起归我了。是。渊哥牛逼！义父威武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。世子，不好了！沈万三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他被人抓了，说是贪污御茶的钱。来得正好。主公，这是那个首府的反击。无妨。梁球，你带人守住拳馆，老实跟我走。永丰钱庄门口，10几名官差将钱庄团团围住。奉刑部之令，查封永丰钱庄。凭什么查封？沈万三贪污御茶案赃款，证据确凿。证据拿出来我看看。这账本是假的。魏世子，你可别包庇罪犯。尚方宝剑在此，谁敢造次？世子，我冤枉啊！沈掌柜，你先别慌。义父，这明显是有人陷害。我知道，你们刑部的人敢在本官面前撒野。魏世子，这是刑部尚书的命令。刑部尚书，好，我这就进宫面圣。那个首府，你这是逼我动手了。御书房内，南昭帝正在批阅奏折。陛下，为世子求见。宣。陛下，臣有冤情。说。刑部冤枉臣的掌柜沈万三贪污御茶案赃款。哼。魏世子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首府大人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放肆！你敢污蔑本府？够了！魏渊，你可有证据证明沈万三清白？臣有。陛下请看，这才是真正的账本。这不可能！首府大人因伪造账本陷害忠良，该当何罪？你血口喷人！够了！内阁首辅，你退下！陛下，退下！魏渊，这次你做得不错。谢陛下。沈万三无罪释放，你继续查御茶案。臣遵旨。内阁首辅，咱们走着瞧。清风寺拳馆外，数百流民排队领粥。渊哥，吃粥的主意真绝，这才哪到哪。世子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小事，接下来你继续按计划收粮。是。主公，流民已经招募了3000人。很好，让他们都签卖身契。渊哥，你这是要干嘛？练兵。练兵？没错，这3000人就是我的私兵。主公英明。世子，小的愿意为您效死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都是我魏家军。誓死效忠世子。很好，今晚开始，所有人进拳馆训练。渊哥，你这拳馆，生死拳馆，赢了有钱，输了非死即残。这也太狠了吧！乱世用重点。主公，京城的粮食已经收购了70%，继续收。我要让汪家血本无归。锦衣侯府书房，汪守鹤脸色铁青。家主，不好了，咱们运来的粮食全被魏渊的人收购了。什么？现在市面上一粒粮食都没有。
那我们的粮食呢？都在仓库里，但是没人买。废物！父亲，要不我们降价卖？降价降到什么程度？一半。那我们就亏大了。家主，现在不卖，以后更卖不出去。好，降价卖。领了。父亲，魏渊这是在逼我们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。那怎么办？等他露出破绽。可是，别说了，你给我老实待着。魏渊，你别得意太早。天上人间内，灯红酒绿，宾客满座。渊哥，汪家开始降价卖粮了。降价？那就让他们降个够。世子，我们要不要也降价？不，我们不卖。主公，这是为何？因为我要让汪家血本无归。渊哥，你这招太狠了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东家，汪家的粮食已经降到成本价了。继续等。是。渊哥，汪家要是撑不住了怎么办？撑不住，那正好，我就等着他们破产。主公，那个首府那边，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他知道我手里有他的把柄。什么把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！世子，汪家出事了。走去看看。永丰钱庄内挤满了前来讨债的米行掌柜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和绝望。沈掌柜，我的粮食还没卖出去，汪家的粮仓就烧了。现在市面上根本没人买粮。对呀，我们都是贷款进的货，现在还不上钱了。诸位别急，魏世子早有安排。诸位掌柜，听说你们手里有粮食卖不出去。魏世子，您可得救救我们啊！救你们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的粮食我全收了，但价格得按我说的来。多少钱一斤？1文钱。什么？1文钱？那我们血本无归啊！不卖也行，等着粮食发霉，1文钱都没有。卖。很好，沈掌柜，签契约收粮。是。汪家，这次我要让你们彻底完蛋。城外清风寺前，数千流民排队领粥，他们眼中充满了对魏渊的感激和敬畏。渊哥，这施粥的钱可是个无底洞啊！放心，很快就不用施粥了。主公已经招募了5000青壮。很好，今天开始，所有人进拳馆训练。世子，小的愿意为您卖命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都是我魏家军。誓死效忠世子。渊哥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造你个头！我这是练兵。练兵？练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去北冥关。半年后，我要带着这支军队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主公英明。世子，汪家派人来了，说要见你。走，会会他们。天上人间内，汪腾一身狼狈地坐在包厢里，脸色铁青，眼中充满了怨毒。哟，这不是九剑仙汪腾吗？怎么今天不装了？魏渊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我哪里过分了？你烧了我家粮仓，冻结了我家银票，现在还想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证据就别乱说。我可是6扇门副指挥使，你这是污蔑朝廷命官。魏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他来啊。对了，听说你妹妹汪小云还欠我10万两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只是提醒你，3天之内不还钱，我就把她送去教坊司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笑面虎，送客。汪少爷，请吧。世子，您这样逼汪家，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？狗急跳墙？我就等着他们跳呢。锦衣侯府书房内，汪守鹤脸色铁青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手指紧紧扣着桌面。混账东西，让你去谈判，你就这么回来了？爹，魏渊那个混蛋根本不给面子。废物！老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的粮食没了，银票也被冻结，再这样下去，汪家就要完了。完？我汪家岂会就这么完？爹，要不我们去求那个首府？首府？哼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空管我们？那怎么办？去找朱思伯，他和魏渊从小一起长大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可是朱思伯现在住在魏国公府，我们怎么联系他？用飞鸽传书告诉他，只要他帮我们对付魏渊，我汪家愿意拿出1半家产。是。魏渊，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深夜，朱思伯房间内，他正焦急地读着汪家的密信，脸上露出犹豫和挣扎之色。好哥哥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听说汪家派人给你送信了。没有的事。信呢？我真的没收到信。是吗？那我在你枕头下看到的是什么？弟弟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和汪家勾结，想要害我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帮你和汪家和解。和解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去告诉汪家，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部还清。这恐怕不行。不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冷秋霜，把他绑起来，送到水牢。弟弟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
我可是你哥哥。哥哥，你这个白眼狼也配当我哥哥？魏渊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最不怕的就是后悔。树林深处，魏渊扶着被要倒的弓箭手，魏伯约藏在树冠上偷看。为什么要杀魏渊？你会我们族的语言，你究竟是谁？先回答我的问题。魏渊绑架了我妹妹。你长没长脑子？我们这离你们族有多远？起码不吃不喝也要1个月。我疯了，跑那么远绑你妹妹？难道是单于骗了我？肯定啊！你们与世无争，被匈奴利用了。你的陆神语是谁教你的？哲别。哲别是我们族剑法最高者的称号，我父亲、爷爷、太爷都是哲别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九星连珠，这是我族不传之秘。我兄弟教的，信了吗？除非过命交情，否则绝不外传。可叫你的人是谁？剑威之柱，这是我族哲别一脉的秘籍。还好只能射1箭，再来就露馅了。你的无影剑是用西瓜蘑菇汁浸泡的吧？对，可这也是不传之秘。咱们是兄弟，你跟着我，我帮你找妹妹，还给你们族送盐巴、粮食、调味料。真的？我们族人可以一起来吗？当然，顿顿吃炒菜、豆腐、海鲜管够。你是同族人，不会骗我。同族人不骗同族人。这小子碰到老实人往死里忽悠啊！在树上蚊子多，你还是下来吧。爷爷，您别偷听了。子龙老弟这剑法超绝，老夫今日开了眼界。剑为之柱只是顶尖境界，在这之上还有神级境界。什么神级境界？不赦之赦，那是传说，我族几百年没人达到过。让鸟儿再飞一会。卧槽，子龙老弟，老夫没文化，只能用卧槽表达你的牛逼。我子龙天生聪慧，如果不沉迷剑道，突破5圣不在话下。子龙老弟，咱们效仿刘关张桃园结义，在这树林结拜兄弟。结义？我爷爷拉着我结拜，这要是露馅了，我死定了。你看不起我魏伯约吗？不敢。魏公之名天下，谁不敬仰？是我不配。你配？老夫说你配你就配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魏伯约与赵子龙今日结拜为兄弟。别闹，您都7老80了，我还年轻呢。也是，同死就算了。今后你我就是兄弟了，国公府就是你家，想来就来。我现在只想哭。感动了是吧？魏渊的龟孙儿你认识吧？今后他也是你孙子，多照顾照顾。啥玩意？魏渊是我孙子，我当自己爷爷。我家就你家，我龟孙儿自然也是你龟孙儿。皇天后土都拜了，你想赖账？不，我发誓，魏渊死我就死，魏渊活我就活。好兄弟，走，回府喝酒，聊聊你族人加入魏家军的事。改日，我今天有事。子龙老弟，留个联系方式啊。山高路远，江湖再见。这小东西训得好，今后我就用它联络老弟了。这叫啥事啊？都怪我装逼。子龙兄弟，你咋了？别叫我子龙，我叫魏渊。你就是魏渊？那你刚才和自己爷爷结拜了？别说绕口令了，换身衣服跟我回府，让江月儿分你点吃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魏渊换上官服前往天上人间，召集天剑司所有官员和工匠。天上人间内，天剑司大小官员和工匠齐聚一堂。魏大人，我魏渊别的能耐没有，就是有点小钱，今后每周1顿团建聚餐，所有开销我承担。世子大气，能替魏大人做事，是我们3生有幸。魏渊那晚辈后生，让他滚出来跪拜我这个救命恩人。这打扮是汪腾。这里被你装饰的不错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重新改名清河雅苑。给你脸了，你还敢骂我？你知道我咋回事不？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脚踏阴阳定乾坤，天下见到我为尊。退后点，无剑力，当心锋芒刺破你的喉。魏渊，我劝你最好马上腾地方，否则汪公子生气了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爷爷魏伯约也得罪不起。你可听闻九剑仙汪腾之名？俩傻逼！大将军剑，刨我家祖坟的就是你们这一家子。剑哪来的？挺好看，能装逼，偷的家里藏宝饰。你管剑干啥？就问你怕不怕我九剑仙汪腾之名？给你个机会，石头剪刀布，输了清河雅苑归还。那你输了呢？你敢赢我？罢了，给你个台阶。剑是剑客的生命，我输了剑给你，我就出石头，看你敢不敢赢我。我赢了。我操，魏渊你个没爹没妈的狗东西，连我都敢赢，是不是逼我九剑仙发飙，一记醉斩天门把你劈2半？再敢骂我，打飞的就是你脑袋。民间有灵，主不配剑，保中蒙尘，故此悲鸣。从今以后，你回归魏家了。打我？
你敢打我？你真不怕我九剑仙汪腾？不怕。九剑仙，就这，以后这种驴马烂子别放进来，插出去。等等。魏渊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完了。你知道这是啥吗？你老母火化后的骨灰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这是强效蒙汗药，只要我吃下去，我就不是我了，我就变身了。你变身小王八？错，另一个我九剑仙汪腾就会苏醒。Oh yeah！ 有酒乐逍遥，无酒我焉。千杯醉不倒，唯我九剑仙。我以前竟会被这种傻逼刷得团团转。剩下的蒙汗药是你自己灌下去，还是我强行给你灌？桃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罢了，我自己来。喜顺，把这小王八衣服扒了，送到2楼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这俩傻逼要是醒了，一上去就一棍子打晕。世子放心，我左手拎棒子，右手拎公桶，哪怕拉屎撒尿，也时刻看着他们俩。这段时间你连夜监工，辛苦了。无妨，预计7天内就能完工。7天？别是豆腐渣工程。对了，这里有9族严选，工匠敢糊弄，就得全家人头落地。世子办妥了。那群粮铺、米行的掌柜听到可以不用贷款付利息，转手就能赚钱，还都是现金结付，纷纷上赶着卖粮。什么时候可以起粮？周边城池最晚明天，京城本地的随时都可以。什么时候去米行取粮？现在就去。不用取了，反正马上就得还回去。收粮的时候没提我？绝对没有，我安排了100个不同地域的人去收粮，保证没有任何破绽。很好，回去吧。这沈万三是真的好用，可惜满身反骨，不能多留。世子，我有延川实业陈掌柜的把柄，需要吗？延川实业，他那里有做墨用的石漆，你放火不需要这东西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用这东西？世子收赈灾粮，汪家卖赈灾粮，那你肯定今晚会去汪家屯假粮的地方烧了，然后再加价卖给汪家。供1000万人吃的粮食，那可不是小数目，不加猛火油根本烧不掉。哇哦！三娘，你只猜对了一半，上次烧的才是他们以次充好，准备坑害灾民和朝廷的假粮。这次的目标是汪家藏在城西1号仓的真粮，再是他们掌控京城粮价，甚至准备在动荡时供养4军的战略老本。烧掉它，才是真正断了汪家的根基。你确定陈掌柜靠谱？确定，因为有一次他喝多了，说过他把猛火油高价卖给了敌国。虽然量不多，但这可是灭9族、刨祖坟的大罪。3大桶猛火油就够，记得让玉儿跟着你，别让人家给灭口了。陆三娘身上的反骨比沈万三还多，但她有致命弱点，公孙锦。只要公孙锦还在我手里，她就永远不会背叛。汪家粮仓外，守卫森严，御林军和6扇门捕快来回巡逻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大少爷，里面是西周和小菜，守贺让我给你们送宵夜。守贺，汪守贺，大少爷您直呼父名。别说了，大少爷最近膨胀的厉害，连爷爷辈的也直呼其名。你们几个滚过来推车，我汪家的人金贵，可干不了力气活。王腾，我们不归你管。不滚过来推车，本少就宰了你们。汪少息怒，我们推就是了。刚才我们还商量如何潜入，正好这不就是机会吗？等下你们都看我眼色行事。一个小眯眯眼，就算白天都看不到你睁眼，这大半夜咋看你眼色？比喻，比喻，懂不懂？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家，跟着魏渊那纨绔废物混，你们活该干苦。不在守卫名单上的人禁止入内，所有物品必须检查。信不信本少斩了你？我九剑仙汪腾之名，一招绝技醉斩天门，就问你怕不怕？
腾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汪腾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你是另一个汪腾，这是我汪家的未来希望，不让谁进也得让他进。那好吧，但按规矩必须搜身，请配合。腾儿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毕竟他们也是奉旨办事。粮仓种地严禁出现明火，这些火折子我们暂且保管，出来以后原物归还。狗贼，我们要用你的狗命祭圣母的在天之灵。腾儿好剑法，与那日斩杀无声老母的剑意相同。这汪腾真是深藏不露，的确恐怖。如果他是江湖中人，绝对可在剑道榜上排进前5。而且前4位还都是半截腰埋进土里的老登。无声教的死士是如何混入我汪家的？把所有人聚集东北方向，本剑神要训话。是，你也去站好等着训话。我可是你二叔。不愧是神捕啊！你们原来已经看出来，这里面装的都是沙子，而非粮食了。你是义父？人命关天，不能由汪家胡闹。这是猛火油。别废话，快点放火，我去把汪家的人引走。这咋回事啊？他到底是汪腾还是义父？如果是义父，天下还有这等高超的易容术？别管了，为了千万百姓的命，拼了！我也是倒霉认识你，干这种全家掉脑袋的事。嘿！救火！快来人救火！整个营地瞬间灯火通明，无数侍卫与御林军拎着水桶、鸡桶跑来救火。然而猛火有水泼不灭，火势快速蔓延，根本无法控制。咋就能忽然着火呢？汪大人，这里面好像是猛火油，水灭不了。我们已经在极力抢救，并做防火隔离带。完了，粮仓火光滔天，整个京城都看得见，南招娣就要来了。另一边，黑暗中一道白影飞檐走壁，从天上人间2楼窗户跳进去。天上人间2楼，喜顺手握蒙汗药，死死盯着床上酣睡的汪腾。谁？2个汪腾，你是世子？除了我还有谁？世子，你快看，那边着火了！看金毛，就我放的火，给他换上。粮仓的大火在黑夜中如此的惨，整个京城都能看见。皇宫寝宫内，南招娣正与贵妃温存。陛下出大事了，粮仓失火。什么？齐家出宫，快！汪守鹤坐在棋盘边，自己与自己博弈。那是粮仓方向，不好！快备轿去粮仓！满朝文武百官、各大门阀世家纷纷朝粮仓聚集。一夜惊心动魄的粮仓大火后，清晨，魏渊回到魏府，各自头上一把刀，差点耽误大事。魏渊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让一个阴险小人身败名裂。魏渊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离开京城。皇城门外，吕存孝和汪守鹤正在争执，缺了1斤3两6钱粮食，1斤半斤的你也计较？魏大人有令，差1粒米都不行。汪叔，贤知我是为陛下办事，差一点都不行哦。米？这里最少50斤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多谢汪叔。魏渊，我绝对让你死在路上。出了城门抵达京郊，御林军已集结，却歪七扭八，老弱病残。他们是御林军，只是管理后勤的伤兵。陛下太欺负人了，世子，你还是回京找魏公换队伍。脱衣服。我魏渊不需要有背后伤痕的，从哪来的滚哪去。战士只会把背后交给战友，除非是逃跑。你们的伤疤是军人引以为傲的功勋章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你们曾是顶天立地、血染沙场的英雄。陛下这是送我2清的宝贝啊！哈哈，拿酒来。今日共饮后，你们便是我魏渊亲兵。庶子弃吾年老，可本世子相信诸位，宝刀却不老。御林军不远处的轿中，南枝缓缓掀开轿帘，就是一个纨绔，装什么豪放大将军？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他。魏渊过了本宫第1轮考验。卧槽，这是仙女吗？参见公主殿下。这胸脯和1年前没法比啊！1年就长这么大了，吃啥了？2位绝色女子目光交汇，火药味弥漫。久闻大魏第1美人倾城公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万千少年英豪追捧的圣女冷秋霜，本宫也略有耳闻，果真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浑身起鸡皮疙瘩了。倾城公主对这首《凤求凰》有何感想？有意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凰。还望公主回禀陛下，魏渊谢主隆恩，多给了1000精兵，都是宝贝。魏渊，你拜错神了，这些人都是我家公主挑选的。我从战俘营挑选了150名逃兵，只不过都被筛选出来了。那多谢公主殿下了，再见，告辞。
还请世子稍等片刻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派青城公主南枝、副指挥使、护军统领魏渊南下赈灾，救万民于危难之际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啥玩意？公主跟着我们一起南行赈灾，我能拒绝吗？不能，别忘记，回来后这些伤兵是不需要还给御林军的，而且他们更适合留下在地方练兵，不是吗？放心，我父皇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娘们的眼睛太恐怖了，我感觉她能看穿自己，在她面前都没任何秘密可言。队伍行进中，马车内传来女子们的欢声笑语，魏渊骑马在一旁，眉心紧皱。这娘们手段厉害，要是弄我后宫里，肯定不会出现后花园失火那种事。老大，昨夜是你们？你说呢？是。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京城不远，你想退出还来得及。我相信老大，我也相信你。存孝，你带喜顺先行前方城池，要买的东西太多太珍贵，我怕他实力不足被抢了。世子，你又要乱花钱，就不能省着点？买啥啊？上次那培固正气、强身健体的方子，抓2000份。世子，你要干啥？这方子可有几种名贵药材，每份几十两银子，2000份那可是好多钱。世子，你败家毛病又犯了。那2000个伤兵老兵都是人家不要的，你花这么多钱给他们改善体魄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你是世子，我是世子，你牛逼行了吧？败家玩意儿，没有我喜顺，魏家都得让败没了。想我喜顺文武双全，只恨为冯明主，只能平无残躯，护阿斗世子一生周全。队伍抵达京城最近的城池，包下本地最好的客栈。魏渊命人在后院挖出大坑，准备药浴。妈，这么多名贵药材，得好多钱吧？这些足足花了10万两银子，世子用来给你们培固正气、泡药浴用的。10万两啊，1000户5口之家1年的生活费。哎，败家世子，我这贤臣忠良摊上纨绔主子，没招。10万两银子，世子为我们这些伤残老兵花费10万两，我们配吗？你们肯定不配啊！要不怎么说我家世子败家呢？苏坦，都他妈愣着干啥？往下跳啊！泡完出去吃饭，全是肉菜，御厨做的。就在魏渊的队伍安营扎寨，准备为老兵们药浴之时，前方探马回报了一个紧急军情。禀世子，前方30里威虎山发现大股山贼活动，他们劫掠商队，还掳走了几位途经的官家小姐。官家小姐，可知是哪家的？据逃出来的家丁说，似乎是京城几位侍郎家的千金。正好，手下的兄弟们泡完药浴，需要活动活动筋骨，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兵发威虎山。是。肉菜、御厨，世子，我们这群伤残老兵真的不配呀！世子，之前有过陷阵之功的老黄，在街上被骑宝马良驹的女人抽嘴巴，没人管。我们老了，残了，不能为国征战了，谁管我们啊？世子，你对我们太好，我等受之有愧啊！怎么，你们是嫌弃本世子纨绔之名，不屑于我共浴？都是他妈大老爷们，是没鸡还是没蛋？还是比本世子小太多，含羞不敢下来？本世子命令你们下来泡药浴，为国征战，虽老矣，但热血难凉。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，大卫的脊梁，你们不配谁配？世子，当今有点权势的人就看不起我们，可您的地位如此崇高，却愿意和我等残躯共浴，我等受宠若惊。该死的，我为什么哭了？当年老子追随梁公，身中3箭没皱一下眉头，但为何现在却哭了？是为知己者死。老了，折巴了些，否则也不至于还没世子一半大。老许，你放屁呢？你年轻时候也没有啊？哈哈，谁有老子的大？今晚赏他不让吃晚饭，妈的！公主，后院说什么大小，还都在笑，这个本宫也不知道。天下还有公主您不知道的事。姐，你为什么脸红了？他们说的啥？小孩子别乱问。这魏渊好不正经，竟和一群大男人共浴，难道他有龙阳之好？他魏渊的大小是不是龙阳？你应该和秋霜妹妹一样了解。公主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？魏公的《大将军传》曾有写过，上下同欲者胜。魏渊不愧是将军种出身，凝聚军心这一套仿佛天生就会，刻在骨子里。世子，有一队兵马来了，人数不少。刚出京城，在有守军的城池中，他们应该不敢对我下手。所有人先别洗了，不知道来人是敌是友，以防万一，都做好战斗准备。姐夫，娘儿告诉我，有队伍距离我们100米不到，大概500人左右。你们女眷躲在帐篷里，让秋霜保护。渊哥开门啊！不是敌人，该吃该泡泡。还弄个蛇矛，会用吗？不会啊，但我爷爷当年就拿着它南征北战，我这第一次出京城，所以弄得唬人点。你带这么多人来干啥？跟你一起去赈灾啊！知道我这次九死一生，所以你特意来陪我一起死，果然够兄弟。你以为我想，还不得怪我那犬爹，非要把这件事飞鸽传书，通知我姐，然后我姐回信给我爹，让犬爹请求陛下，让我带着500良家军跟你一起去。
我姐信上说了两选择：第一，让我跟着你去；第二，他回家把我腿打断2条，让我残废，他养活我一辈子。威虎山剿匪结束后，魏渊带着被解救的千金大小姐们走出密室，都抬起头来，你们是受害者，不是罪人。可是世子，我们已经什么？你们被山贼掳走，这是你们的错吗？我爹肯定不会原谅我，他最看重家族名声。那就别告诉他，回去后就说你们被山贼关押，但本世子及时赶到，救了你们清白之身。可是，洞房那天，我刚才不是教过你们海绵的用法？义父，海绵是什么？一种海底生物，晒干后特别吸水。妙。老大，那些正规军的身份我查出来了。说他们嘴硬，但我让人扒光他们衣服，发现有20多人身上有刺青。什么刺青？汪家的家徽，一条盘龙。果然是汪家。世子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汪大人交代的事儿办妥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当时吓得躲在角落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汪守鹤，你这是自己找死。义父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把这些大小姐送到最近的驿站，让他们给家里报平安。记住，每家20万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多谢世子救命之恩。别谢我，拿钱办事。世子，山寨里还发现了一个暗道。暗道通往哪里？不知道，但里面有很多新鲜的马粪，应该是经常有人走。带我去看看。暗道入口在山寨最深处的一间柴房里，入口被一块巨大的石板遮挡。这暗道修得这么隐蔽，肯定有问题。世子，我闻到了很重的血腥味。血腥味？而且不是人血，是兽血。有野兽，我最喜欢打猎了。你给我老实点，让天魔18旗跟我下去探探。是。暗道很宽，足够2匹马并排行走，墙壁上每隔10米就有一个火把。世子小心。好剑法。这里有很多毒蛇，大家小心脚下。世子，前面有光。暗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，洞穴里堆满了铁笼子，笼子里关着各种猛兽。这是斗兽场。世子，这些猛兽都是从西域运来的。西域？这是雪山狼、草原虎，还有沙漠狮。汪家到底想干什么？想用这些畜生训练更凶猛的人。谁？出来！老夫等候魏世子多时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在这里？老夫是这里的驯兽师，也是汪家的客人。汪家的客人？那这斗兽场这些猛兽都是汪家的手笔？没错，这些猛兽是汪家从西域重金购得，用来培养兽性的。培养兽性？呵呵，魏世子，你以为那些被你抓到的山贼真的是山贼吗？他们是汪家培养的死士。聪明，不过他们只是次品。真正的精品还在老夫这里。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都是被汪家从各地秘密抓来的青壮，经过老夫特殊的调教，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性，只剩下最原始的兽性。这些都是活人？当然，只有活人才能成为最完美的武器。他们比猛兽更可怕，因为他们拥有人的智慧，却没有人的情感。汪家这是在培养怪物？怪物在乱世之中，力量就是一切。魏世子，你以为你很强吗？小心！雕虫小技。魏世子，你似乎对老夫的能力有所误解。老夫的调教可不只是针对那些次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夫最得意的作品，一个被彻底激发了兽性的人。他曾经是你的熟人。熟人？难道是？汪茂。汪茂被铁链捆绑，双眼赤红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。汪茂，你醒醒！后，没用的，魏世子，他现在只听从老夫的命令，他已经彻底蜕变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老夫只是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野兽，他现在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和速度，而且不知疼痛，悍不畏死。这是邪术。邪术？呵呵，这可是汪家祖传的秘术。魏世子，你不是想知道汪家到底想干什么吗？说。汪家要用这些怪物组建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，一支只听汪家命令的军队。他们想造反？造反？不，他们只是想辅佐一位明君。明君？我看是傀儡吧。魏世子，你太小看汪家了，他们布局多年，可不是为了一个小小的京城。汪茂，去撕碎他们。世子小心！好快的速度！天魔18旗结阵，遮别，掩护我！汪茂如同疯魔一般，对天魔18旗展开猛攻，力量之大，速度之快，令人啧舌。是死，他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？
难道哲别射他下盘？没用的，他不知疼痛。不知疼痛，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绝望。怎么可能？魏世子，你以为老夫只是让他不知疼痛吗？他现在全身筋骨都被老夫用秘法淬炼过，寻常刀剑根本无法伤他分毫。硬碰硬不行。世子，他下盘也硬得很。这汪茂简直是人形兵器。魏世子，现在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？乖乖束手就擒，老夫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束手就擒？做梦！既然他全身都被淬炼，那体内必然有某种力量支撑。天魔18旗，拖住他，哲别，掩护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你竟然能吸收他的力量，这是什么邪功？快住手！别过来！呼，好险！你毁了我的作品，我要杀了你！世子小心，他好像服用了什么禁药。看来这老家伙也藏着底牌。神秘老者服用禁药后，身体膨胀，气息变得狂暴无比。魏渊，你以为老夫只有这点本事吗？老夫当年可是西域邪教的护法，今日就让你尝尝老夫的血魔大法。好强的力量！世子，他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跟不上。世子，我来牵制他。区区凡剑也想伤我？魏渊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不能硬接。魏渊，你只会躲吗？有本事跟老夫正面一战！老狗，你以为我魏渊会跟你硬拼吗？爷爷，救命啊！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哈哈哈！爷爷的锦囊妙计果然好用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打开了爷爷给我的锦囊而已。锦囊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现在告诉我汪家所有的秘密，否则我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魏渊，你以为老夫会怕死吗？世子小心！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住手！我说！神秘老者被魏渊的银针吓破了胆，终于开口招供。住手！我说！汪家所有的秘密我都告诉你，这才对嘛！说吧，汪家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汪家在秘密培养一支军队，一支不为人知的军队。我看到了，那些被你们调教过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兵。没错，他们被汪家称作暗影军团。暗影军团，这支军队不属于大魏任何编制，只听命于汪家。他们潜伏在京城内外，随时准备发动突袭。他们想做什么？他们想在南昭帝南巡赈灾的时候发动宫变。宫变？没错，汪家已经联合了京城内外的几个门阀世家，他们准备趁南昭帝不在京城，里应外合夺取皇位。谁是他们的明君？是内阁首辅。果然是他。汪家还准备在南巡的路上刺杀南昭帝，嫁祸给魏氏子你。难怪南昭帝会派南枝跟着，原来是早有防备。汪家在京城还有多少暗桩？暗影军团的据点在哪里？京城内外的据点，老夫都知道。汪家在京城还有一支秘密的毒牙卫，专门负责刺探情报和暗杀。毒牙卫，他们都是从小培养的死士，精通毒术和暗杀，行踪诡秘，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。看来汪家是铁了心要造反。这些信息，你可敢保证都是真的？老夫不敢欺骗魏世子，这些都是汪家的绝密。很好，哲别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严加看管。是。天魔18旗，兵分2路，一路去查探暗影军团的据点，另一路去寻找毒牙卫的线索。记住，只探不打，摸清情况立刻回报。遵命。汪家，内阁首辅，你们的野心，我魏渊绝不会让他得逞。魏渊在洞穴内来回踱步，思考着汪家的阴谋。宫变，刺杀南昭帝，这汪家真是胆大包天。世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将计就计。哲别，你吸收了汪茂的力量，感觉如何？世子，我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，而且对周围的气息感应更加敏锐的。很好，江玉儿。世子，山寨里已经打扫干净了。你过来，你看看汪茂有没有办法让他恢复清醒。世子，他体内有一种很强的邪气，侵蚀了他的心智。不过，我可以试试用我的气帮他梳理经脉。好，你试试看。世子，我感觉汪茂的气息正在逐渐恢复正常。太好了！经过一番努力，汪茂终于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神中的赤红已经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迷茫。我这是在哪里？汪茂，你清醒了。魏渊，你
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忘了，你被汪家秘密培养，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变成那样？不相信，你看看你身上这些伤疤，这些铁链，都是你被调教的证据。我竟然变成了这样。汪茂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做汪家的傀儡，直到被他们榨干最后一丝价值，然后抛弃；第二，跟我合作，揭露汪家的阴谋，为自己报仇。我该怎么相信你？你没有选择，现在告诉我汪家所有的计划。世子，外面有情况！世子，外面有情况！王玄策的呼喊声打破了洞穴内的沉寂，魏渊立刻警觉起来。什么情况？世子，山寨外面来了大批人马，看旗号是京城守备军。守备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世子，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是京城守备军特有的军马味。是汪家，他们一定是发现我失踪了，派人来搜查。他们怎么知道这里？这个地下洞穴是汪家秘密训练暗影军团的地方，只有少数核心成员才知道。看来汪家对这里很重视。王玄策，守备军有多少人？至少3000人，而且还有不少高手混在其中。3000人，看来汪家是铁了心要灭口。世子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杀出去？不行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硬拼只会吃亏。世子，这个洞穴还有其他出口吗？有，在洞穴深处有一个通往山外的秘密通道，只有我知道。带路。王玄策，你带天魔18器和哲别从秘密通道撤离。世子，那你呢？我留下来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。世子，太危险了。这是命令，记住，把汪茂安全带出去，他是我们揭露汪家阴谋的关键。是，世子保重。汪家想玩猫捉老鼠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魏渊独自一人留在洞穴内，等待守备军的到来。魏渊，你束手就擒吧。束手就擒，就凭你们？魏渊，你勾结山贼，私藏重犯，罪大恶极。今日你插翅难飞。勾结山贼，私藏重犯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？魏渊，少废话，来人，把他拿下。来得好。好快的剑！守备军统领，你以为我魏渊是吃素的吗？魏渊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宗师高手，软猬甲。魏渊，你以为老夫会没有准备吗？今日就让你尝尝老夫的狂风刀法。这老家伙比龙霸天还强。魏渊，去死吧！硬拼不行。爷爷，我又被欺负了。什么？又来？爷爷的锦囊果然是居家旅行、杀人越货必备良品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打开了爷爷给我的第2个锦囊而已。锦囊？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现在告诉我汪家所有的计划，否则我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住手！我说，